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哎，你也在啊？大师姐，众爱卿，平身。诸位请看，台上的那位呢，就是我朝的女帝，外表高冷，但是她其实内心啊是个小女孩。你要是愿意嫁给我，我可以和离啊，反正都是当赘婿，换碗软饭吃也一样。怕是你端不起我这碗饭。来日方长，慢慢端喽。后来我也才知道，原来她是我的大师姐。当然了，我还有一位二师姐，叶青樱。周元，我说你能把你那玩意儿收起来吗？它硌得我很不舒服。这玩意儿咋收啊？我这是镇压前朝余孽，云州重建，卿等功不可没。来人，赐赏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云州知府赵成，状元出身，克己奉公，镇压前朝余孽，主持云州恢复，拓其为武夷山商路，改善民生有功，赐户部左侍郎。户部左侍郎，正三品。我孕妇在云州的知府才是个五品，为何升迁如此之快？谢陛下。原云州捕快叶青樱。臣在，英勇杀敌，辅佐知府赵成有功，赏3000银千户，金100两。云州庶民周元护驾有功，文武双全，赐3000银100户，金100两。经此。且慢。王叔，有何异议？陛下，据本王所知，叶青樱在云州玩忽职守，护驾不力，使您身中香薰之毒，其罪当诛。叶青樱，可有话要说？臣无话可说，认罪。你干什么？令周元乃云州贱民，后被赵大人收为赘婿，然其与前朝余孽百花有染。本王猜想，香薰之事就是周元与贼子里应外合所致。我操，这他妈是冲我来的！大师姐，哦，陛下，臣冤枉啊！王叔，说话可要讲究证据。本王说有，自然有。软指妹妹，臣女软指，参见陛下。小人明瑞，见过陛下。小人是赵大人在云州的家仆，是姑爷周元让小人去武夷山买的香薰。他还给了小人这个，让小人娶2房媳妇儿。东西运回来，娶2房。哎，明瑞，你这有点不厚道了，你啊！姑爷，您看小人也没有用呀，小人不也是实话实说吗？嘿嘿，真不要脸。确有此事。嗯，让你一天四处留情，现在惹出祸害了吧？臣女还有一事禀报。你知晓什么？臣女可以证明，周元的确同前朝余孽百花暗生情愫，还写了一首词，令百花楼生意火爆。周元，可还有话说？是又怎么样？喂，不就是一首诗吗？啊，你没去过青楼，你没给花魁写过诗？没有，那说明你没文化。香薰之事本来就是我为了救宁月而针对徐家，只不过我当时确实不知道，这是陛下呀，所以这不误会了吗？所以说你承认了？是又怎么样？王爷，你别忘了啊，自古功大莫过于救驾。哎，不是吗？是我从墨云斋的密室一路护送陛下来到了薛家，等待援军，这才使陛下获救。混蛋，还有脸提墨云斋密室？哎，不对呀，王爷，这云州乃是你的封地，这云州叛乱之时，
你在何处啊？其一，本王想在哪就在哪；其二，公怎能抵过？哎，你这谁呀？陛下，咋了？老臣年迈昏庸，不知家中晚辈闯死滔天大法，老臣向陛下请辞，欲回家教育弟子。赵阁老，你赵阁老，何出此言啊？周原同朕在墨韵斋，他忠不忠心，朕岂会不明？阁老不过年近古稀，且在与朕多分担些江山重任吧。赵成，扶阁老起来。是陛下。哎，岳父，我来。哎，朕隐藏身份，微服云州。所谓不知者无罪。既然王叔咄咄逼人，那朕便撤去他们二人的赏赐，3日后让他们进锦衣卫入百户，以观后效，如何？师姐居然当着众人的面退步了。陛下，王叔，明瑞不过区区家奴，却敢在今日当众反咬主子一口。来人，拖下去，杖毙！大师姐这是在警告晋王，不要得寸进尺。陛下圣明。陛下圣明。容命啊，陛下！此事既毕，都退下吧。大师姐，我大师姐，就岳父，这是做什么？是我该问你想要做什么。你知道那个太监为何要远离我们吗？身份悬殊。不错，若无身份，知道的越多，命越短。这就是宫闱之中拿人命验证出来的道理。一步之差，粉身碎骨啊！岳父是想告诉我，朝堂之上亦是如此。晋王早些年为先帝征战四方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军中那些骄兵悍将也多为他的旧部。然先帝驾崩之后，却把大位传给了当今陛下，他岂能甘心？陛下以女子之身继位，不知道克服了多少困难。即使上位之后，也是困难重重，否则也无需去云州镇压前朝余孽，来提升在朝的威望。啊，你接受了陛下的赏赐，那就等同于你站到了晋王的对立面呐。你也不想想啊，云州是晋王的地盘，为何他一离开，就发生了惊变啊？为父不管你与元直之前的关系如何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已经是敌人了。如此之来，你当是顽童嬉戏呢？这是你死我活的党争。我知道，你想问阮旨为何要出卖你，但是派系之争原因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命。御前3大营、3000营、5军营，锦衣卫，其中3000营和5军营多为晋王的旧部。陛下一开始赏赐你和叶青营，也只是想安插人手进去，逐步削弱兵权。他的处境竟如此艰难。锦衣卫内部虽然关系复杂，但是百户一职也是肥缺，户部若是要卖，怎么也要5万两银子。等此事风波过后，我再调你进户部。小白岳父，这进户部这么简单？这便是京都，只要你背后有人，平步青云，易如反掌。还未恭喜岳父升迁。何喜之有啊？状元下放乃是我朝之规矩，毕竟阁老起于州部嘛。再说我们赵家家主乃是内阁首辅，为父升正3品，理所应当啊！对，这京都啊，倒是给我上了一课。这晋王来势汹汹，最后就只死了一个家奴。朝野之争，若不能斩草除根，很多事情便在一拉一扯间不了了之。走吧，朝野之争，你且慢学着。家中之事还未开始呢。虽然我跟你岳母都认可了你，但是京都赵家之门可不是好进的。走。
全身为陛下暗卫，在云州办事不力，还请陛下责罚。罢了，朕也没有算到周原这等变数，进了御林军，尽心办事即可。谢陛下。陛下调赵成入户部是为了周原，此等大才，朕岂能放之不用？把他在墨云斋的银子送过去。赵氏书香传家，门槛高，朕可不想他还未为朕所用，便在京都成了弃子。告诉他，拿了钱，书稿可别忘了写。是。师傅现在身在何处？属下失言，请小姐恕罪。夫人在百凤楼等您。再有下次，小心你的小命。周原，他竟然来到京都。这熟悉的味道。元儿，停下作甚，快走。哦，叫。大胆周元，还不认罪啊？兄长，何出此言？赵蒹葭，既然你站起来，就连你一块儿问罪。这周元是咱们赵家赘婿啊，和他前朝余孽不清不楚，还娶了这个小野种为妾，我们赵家的脸不要了。这周元是你的赘婿，你是不是有御夫之罪呀？是我钟情于周大哥，与周大哥无关。你这个小贱种，这儿有你说话的地方吗？你等一会儿，来，等会儿啊！你是家主，他是家主，他是家主，他是家主，怎么你逮谁你都说两句啊？你是超雄啊，你还是有病啊？周原，不可无礼，这位是我的兄长。听见了吧？啊，我是他兄长，在赵家我可是长子长兄。怎么了？啊，你一个赘婿，你拿什么身份和我在这儿被人怕的？长子长孙，就这素质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能站在这儿，只能说明你开头的好，知道吗？周原，我文能写诗作词，撰稿费，我有云州救驾之功，你有什么？啊，你不过就是赵家的公子，有个当阁老的爷爷，有个大宅子，家里还有点钱。除了这个，你还有啥？你还是个啥？倒是有几分春风得势之似啊！国强，你可知我们赵家跟徐家的关系甚好？我们占了凤翎楼的60%生意。你除掉了徐家，你知不知道令全国的凤翎楼都关了门？这个损失，你拿什么还？全国的凤翎楼都关了门，这个损失，你拿什么还？兄长不必如此动怒，元儿年轻，做事难免有差池。妾身在京都还有些产业。若兄长不弃，妾身愿意拿出来弥补赵家的亏空。弟妹啊，你的家产恐怕不够吧？兄长，我陈家在京都还是有些底蕴的，要多少银子，兄长尽管开口便是。哎呀，岳母，哼，不就是钱吗？说吧，多少钱？真以为我周元是吃干饭的？元儿，无知小儿。大放厥词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银子的唯一来源就是出版画本吗？京城17家书局，其中有16家是我们赵家的产业。你信不信我一句话，让你一本都卖不了啊？兄长，过分了。好，回兄，今天我就给你面子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要么你把这个薛宁月给我赶出赵家，乖乖的做你的赘婿；要么拿出10万两银子弥补亏空。10万两，大伯，
您这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了？周大哥，我自己走，只要你没事儿。宁月，明月，是我把你带来京都，走之前答应你娘照顾好你的。哎，别来这种苦情的戏码，留下可以啊，10万两啊！大伯，周元哪怕再有才，他此刻也拿不出那么多钱，不如咱们再宽限些时日，好吗？儿啊，大伯是为了你好，你愿意跟一个外人分享你的男人吗？可是宁月，可我情同姐妹。闭嘴！你一个被贬总督之女，怎么配进我们的赵家？还有周元，我已经让他留在赵家，就是给你们二房的面子了，否则我早就把他撵出京都了。赵大人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看好姑爷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起来，二叔啊，这就是你们二房的家规是吧？一个贱婢，他怎么敢这么和我爹说话呢？来人，给我杖毙！兄长不可！想死就过来！给你们狂的一个个的！既然赵家门槛如此之高，我周元不待也罢。走。周元，周大哥，周大哥，你跟蒹葭姐姐，你们两个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。若是因为我拆散了你们，宁愿今生难安。周元，可能要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这什么话？你是我赵坚家的夫婿，这赵家就是你的家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你现在说走就要走啊？我不同意。我没有蒹葭。我也没想到，第一次来京都赵家就能碰上这种事儿。你放心，我很快就回来啊！我让这帮人好好看看，懂我？周元，我的好师弟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师姐，你怎么来我们赵家了？奉陛下旨意，给周元送钱啊？怎么，赵大人不准？送什么钱？云州惊变之时，陛下为你准备了10万两的稿费。既然是在墨韵斋弄丢的，那陛下一定会补偿给你。啊！凭此单据，我朝任何钱庄都可兑现。来的真他娘及时啊！既然陛下讲究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周元啊，陛下凭什么给你送钱呀？何大哥呀，恐怕今天你是赶不走我跟宁月了。10万两银票够不够？你再够也是陛下给的，那有能耐你让陛下也给你啊！行了，房子不大，听说你个儿大肚子大，站那边儿罢了。坐下。哎，咱们赵家呀，家大业大，不在乎这点薄银。小子，你有才，可否愿意为赵家出一份力啊？真正的考验终于来了。当然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哎，既然愿意的话，咱们赵家联方最近这个账务啊很乱，你可能接手？父亲，这严浩一直是兄长一脉的产业，其中人员也都是兄长麾下的。你这元儿，这连调度都不行，谈何接手啊？说完了啊？我就是问问他愿不愿意为赵家效命，幸甚之至。哎，好，既然你愿意的话，那老夫就当着全家人的面表个态。严浩之事，如果你处理妥当，你周元的名字进入赵家家谱。都散了吧。
10万银子拿走了，银庄也被人拿走了，人也让他们走吗？咱，陛下的银子你也敢要？父亲呐，那是10万两啊！我是明白了，我们被老糟头子给算计，他特意让我们来刁难赘婿，然后顺理成章的把银号交给他，这是在敲打我们，再给他进族谱的机会。这个老狐狸呀，那爹呀，咱该怎么办呀？周元刚进京都，根基不稳，你现在通知所有书局的人向墨玉斋发难，只要断了周元的钱财，他在陛下的眼睛里就没有用了，到时候就是他的死期。等等，父亲不对呀，这墨韵斋是陛下的产业。天下的钱财在我们几大世家就占了6分，我承认他便是陛下，我就不信他为了一个赘婿跟我们作对。明白，拿你。孩儿告退。这钱送的这么及时，难道是陛下发现了什么？蒹葭姐姐，周大哥，都是宁月的错，我就不应该跟你们来京都。宁月，我们都已经是一家人了，你说这话岂不是身份了？娘子说的对，啊，宁月，咱们是一家人。今日就算没有宁月，这个赵理也会发难的。岳母何出此言？你刚来京都，不了解赵家的情况。这赵氏主家分为2房，家主是你岳父的父亲，他手上掌握着超过90%赵家的产业。这个赵理一心想要掌控赵家。想当年你父亲高仲，要不是他从中作梗，你父亲又岂能下放到云州那种地方做知府？娘，我好像明白了，大伯膝下只有赵百川一子，而我爹也只有我一个女儿。大伯不让我的夫婿进门，那等于我爹就后继无人了，那这家主之位就只能传给大房了。所以说，我也有竞争赵家家主的资格。哼，想得美。师姐还没走啊？哼，就你这洞察力，还想当家主呢？我朝对严浩管控极为严谨，而且这其中的关系盘根错节。你要是想摸清其中的关系，至少需要5年时间。好好头疼去吧。钱已经送到了，陛下让我提醒你，不要忘了写后续。哎，师姐，那个今天的事儿帮大忙了啊，谢谢啊。氏族之争同夺地无异，自己小心着点吧。对了，明天要到锦衣卫报到。是。沈清，元儿，这严浩之事虽然艰难，但对你来说无疑是跻身京都最好的机会。你还是要找你岳父好好商议商议啊。对呀，如今我岳父是户部左侍郎，这严正好归他管。老爷回来了。子越，去户部帮老爷取样东西，5时送到城南茶馆来。元儿，跟我来。蒹葭姐姐，师傅，别叫我师傅。你知不知道，据手下人打探的消息，云州惊变之时，那女帝就在周原身后。若不是你，我们早已将其捉住。大事已成了。师傅，我只是不想眼看周原生死。荒唐！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是什么身份？为师这么多年是怎么教导你？你竟为了儿女私情，弃大事于不顾，你如何对得起死去的忠勇之士和那些在天之灵的列祖列宗？不行，他是先帝唯一血脉，若是死了，则大事师出无名。
罢了，起来吧。徒儿，既已来到了京都，就好生谋划接下来的大事。那周原不过是赵家的赘婿，等你复国，后宫面首3000，有怎样的男人得不到啊？师傅，周原他不一样。你呀，何时才能改了这优柔寡断的性子？王爷怎知我师徒2人在此？在京都，本王想找的人没有找不到的。云州事发，本王不得不怀疑你们无声教的能力。百花，你同郡主先出去，为师有要事与王爷商议。是。晋王稍安勿躁，云州之事便述在周原。不过老身已有一计，轻则可让女帝在朝中威严尽失，重则天下大乱。有如此妙计？王爷请看。本朝对于盐的管控向来严格，想要从朝廷的盐场提盐，必须用户部发的盐票。朝中上上下下不知有多少人靠此盈利，你要动盐，不怕成为众矢之的吗？王爷可知，户部如今的盐票价格是5两一份，而盐商手中是8两一份。除开人吃马喂，剩下的利润少之又少。盐商对此早已心怀不满，我教已联系了众多盐商，不日将抵制朝廷盐价，拒绝卖盐。老百姓买不到盐，势必怨声载道。盐商们养的草莽挣不到银子，势必会打家劫舍，届时天下大乱啊！越乱，你我越有机会，不是？等一下，想要抵制朝廷盐价，必须要一个盐商大户出面。我朝虽有赵、张、李、孙4大盐商，可其他3家加起来都比不过一个赵家。赵家有盐，这就不劳王爷操心，您只需伺机而动即可。无声教的实力竟然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了。想不到名动云州的百花仙子，竟然还另有身份。你同周原情根深重，你的事，他知道吗？郡主同赵监家薛宁月情同姐妹，周原为你讲故事、写诗句，关系匪浅。如今云州城有难，你是如何置他们于危险而不顾的？话说从前有座山，山里边住着一只黑少老妖。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我是郡主，赵家效忠的是陛下，周原又是赵家赘婿，我同他注定从一开始就不是同道之人。况且只要我想，会有大把的人争先恐后的为我写诗作词。可明明是你让周原讲故事、写话本，他才整理成册的。周原，我看你的确有些才学，若你能把你那些故事整理成册，说不定能够名扬一方。他真是因为我的话才去做的吗？你既心有谋划，本王就拭目以待。还有，周原也到了京都，我不希望云州的事情再发生一次。靖王放心。靖王的意思很明显了，除掉周原。师父，这是你最后将功赎罪的机会。是。有话就说。父王，
您刚刚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想要让无声教除掉周元吗？这小子虽然有才，却是陛下的人，不能为我所用啊。你对他动情了？怎么可能？他是蒹葭和宁月的夫君，女儿怎么会动情于他？该然是本王的女儿周然，你死不足惜。停车！你先回去，父王还有事情做。好。王爷，以无声教圣女和周元之间的关系，要取周元的性命，怕是不那么容易。你带几个人盯着，若是无声教行事有差，一并处理。是，赶紧的。好。如此说来，周元算是进了赵家的门。那不还得靠师姐给的银子吗？陛下，刚收到消息，被打压周元、赵百川联合众多文人，请沈乔山出面。他们这是要打周元个立足未稳。陛下，沈乔山乃当世大儒，士林魁首，德高望重，追随者众多。这周元绝不是他的对手。一旦他输，不光他自己无法在京都立足，就连这墨韵斋的生意也……慌什么？朕调周元来京都，就是让他坐镇手中荡平宵小的利剑，不是让他来享福的。明日就以墨韵斋的名义，为周元举办一场谢书宴，就说周元化名的元义真人前来京都，感谢天下读者对画本的喜爱。陛下，如此一来，这不是在给沈乔山等人机会吗？哼，既然这沈乔山要帮外人，那士林魁首这个位置，换个人也一样做。你去告诉周元，此次谢书宴是他扬名京都的大好时机，可千万别让朕失望哦。明白。进去看看。岳父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几时了？差不多50了吧。哎，要不我带你见识见识京城的小放肆。娘，妹妹说是我在书院偷听夫子讲学时好不容易拿到的。闭嘴！这些书最大的用处就是用来点火，你有这闲工夫，还不如去学门手艺。孩子想要看书，你就让他看嘛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懂什么啊？看这些书只会把他的心气看高。生在咱们这种家庭，这辈子就注定不能科举，也不能从商，只能给人为奴为仆。你让他看书，那是在害他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岳父，他烧书我就不管了，但是他吃那个盐块里边有毒啊。这跟你有何关系啊？他们若有其他选择，还会吃这个毒盐吗？这里是京都，滥用好心只会让你丢命。跟着我，多听多看，少管。既然看见了，那我就得管。你管得了这一家一户？你管得了天下千万户吗？这般心慈手软，如何在京都立足？不如回云州算了。我可以不心慈手软，但这基本的善良，没有能力的善良，就是最大的错误。走，走。好，岳父大人。这是何物啊？小的是户部卖出去的盐，5两银子一份，成本是1两银子。大的是咱们赵家盐号从户部买来，再对外卖出去的盐，是8两银子一份。同样是户部卖出，为何价格差距如此之大？我操，咱赵家卖私盐呢！你要接手咱们族内的盐号，为父自然要教你一些其中的门道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话，是半个字也不能泄露出去。哦，我朝
有3大盐场、4大盐商，其中属我赵家最大。户部每年卖出去的盐只有200万担，而市面上每年卖出去的盐接近500万担。私盐如此之多，朝廷不管？盐税是朝廷的主要收入之一，上至士族，下至商贩，数十万人靠其获利。盐商养匪自重，官商勾结，上下袒护，就算陛下想管，谁又敢领旨？哎呀，看来陛下这个皇位做得并不轻松啊。哎，那不对啊，倘若掺杂如此多的私盐，那这市面上早就应该供大于求了。那这户部的盐该如何卖出啊？元儿果然是才思敏捷，一言就道出问题的所在。朝廷知道私盐管控不住，与其兴师动众，不如和气生财，只能提前卖出来年的盐票。到目前为止，朝廷的盐票已经买到10年之后。那囤积这么多盐票，盐商为何还要买？盐本身是不值钱的，值钱的是有户部开出的票据。若没有此票据，就兑不了盐。如果不买他们的盐，咱们的私盐就卖不出去。户部的盐票位置越偏，就越难卖。所以朝廷每年都绑定他们想要卖出的地方卖出。只要手里有盐票，那从名义上来讲，就是从户部买的盐，再转手卖出。朝廷在盐价方面现在就像一个巨大的气球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，一旦爆炸就崩盘了。所以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你想要查盐号的账，就得从私盐开始，否则账目你永远都查不清楚。只要你做好此事，我再调你入户部，等把你送上户部尚书的位置上时，就是你接手赵家之日。岳父大人，你开玩笑的吧？为父何时与你开过玩笑？若不是有此图谋，照理刁难你时，家主为何视若无睹啊？想不到事情真如同岳母所言，事关赵家家主之位，而且这赵家父子3人都心知肚明，所以才导致事情如此难办。哼，一群老狐狸啊！此事为奸，正好10日之后，又是今年户部卖盐的日子。有任何问题，你随时来找我。岳父大人，我明白了。那小婿就先出去转转，看看能发现点什么。哎，姑爷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没说你偷听，跟姑爷出去逛逛。姑爷，你饿不饿？要不然我去给你买些好吃的吧。不要，子源呐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在京都之内还敢行凶，怎么不要命了？你看。现在可就剩你了啊！
说吧，是束手就擒啊，还是束手就擒呢？眼眉轻眨，在月落雷鸣下，唯有想起你之下的晚霞。如果能把离去当成雨花，我就知道是你。自从云州一别，这个味道一直出现在我梦里。彩妮，我好想你。为什么？待在云州不好吗？为什么要到京都来？我要是不来京都的话，我又怎么会遇上你？为什么要让我再遇到你？这说明我们缘分未尽，是老天爷让咱们相遇。有多少人与你沉沦，或恋或求存？有多少人与浮名为婚？无声教果然靠不住。你是什么人？来杀你！彩妮，师姐，哼，周远，看来你下山以后武艺退步了，连这种货色都对不了。这小子偷袭他，你是何人？劝你让开，否则不用否则了，敢在京都动手，你活不过今日。彩妮，来，彩妮，你没事吧？你呢？我当然没事。周远，你听我的，今日就离开京都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能再见一面，百花此生无憾。不行，我们好不容易再见面，我怎么能让你这么轻易的离开？周远，你我今生注定有缘无分，希望下辈子你我再无身份的羁绊，可以做一对平凡的夫妻。红炉暖玉莲若长诀，杯墨写人间卷。哎，彩妮，彩妮，卿本佳人，奈何作贼呀！哎，彩妮，彩妮，卿本佳人，奈何作贼呀！你这让我怎么办啊？别回味了，人都走远了。师姐，我从来没觉得你如此之帅，哎，帮大忙了。少贫嘴。
陛下收到消息，赵家大房请了大儒沈乔山来烹制你的画本，要在墨云斋为你开一场谢书宴，是扬名京都，还是惨遭骂名，皆在明日。明日？难道陛下要考验我？你若是怕明日遭千夫所指，那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今日就离开京都，回到云州做你的富贵赘婿。话已经带到，好自为之吧。顺便你好好想想，到底是什么人要杀你？什么人要杀我？难道是赵家大房？哎，姑爷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人要杀我？难道是赵家大房？哎，姑爷，这是什么？姑爷，等等我！周大哥，你说这今日之事会不会是大房干的？他们不想让你插手演好。应该不是吧？赵家向来以疏礼传家，这文人风骨也不允许他们干这样的事情啊。娘子，我觉得吧，那对父子跟我岳父不一样，他们哪有文人风骨啊？我也不知道了。可周大哥初入京都，那若不是他们，还能会是谁呢？哎，姑爷，这个是我在街上捡的，该不会是那个杀手留的吧？晋王，晋王啊！这不可能吧？阮芷彤和蒹葭姐姐情同姐妹，他父王怎么可能要杀你？周元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呢？哎呀，本来都不打算同你们讲的。那日我跟岳父进京面圣，这晋王呢便以香雪和我同百花的关系发难，而阮芷就是证人。周元，你跟百花当真有猫腻啊？猫腻算什么？他们俩之前还在大街上亲嘴呢。哎，子月，你说什么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姑爷，我什么都没有说。周元，你有了我跟倪月，你还嫌不够呢。周元，你有了我跟倪月，你还嫌不够呢。没有，不是。哎，蒹葭姐姐，你别生气，我相信周大哥，他一定是有自己的苦衷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想多了。你看，还是咱们宁月明事理啊。那我就是胡搅蛮缠喽？没有。周元，在云州的时候，的确是因为我不了解你，我误会了你。是。可我已经都跟你道过歉了。是。宁月她是我的姐妹，我可以不顾他人的眼光，不顾世俗的规矩，让作为赘婿的你纳妾。但是你现在还不知足，还在外边拈花惹草，现在居然想让我接纳一个风韵女子进入赵家的门，周元，别太过分了。宁月，子渊，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们不许进周元的房间啊！蒹葭，这太过分了吧！蒹葭姐姐，这我憋得慌啊！蒹葭姐姐，这我憋得慌啊！姑爷，那我……周大哥，那个你别介意啊，蒹葭姐姐她现在是在气头上呢，我能够理解，毕竟蒹葭姐姐她是世家闺秀，她能够接纳我进入赵家，已经承受了太多非议。宁月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肯定会妥善处理好。哎，这样，你来帮我个忙，帮我去好好陪陪蒹葭。周大哥，不是你惹蒹葭姐姐生气了吗？应该你去哄哄她，陪陪她呀。
不把赵家和杀手的事情解决，我这条命也朝不保夕的，哄好又有何用？都怪宁月，是宁月没用，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没有，宁月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呢帮我把蒹葭陪好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助力了。没有，宁月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呢帮我把蒹葭陪好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助力了啊。这个我行。还有，以后该来我屋你得来啊，不用听他的。那我去了。姑爷，门外有人求见。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但看马车的规格，应该是王府的人。难道是晋吗？去看看。这京都城里能伤你的人不多啊。禀王爷，无声教心慈手软，属下没想到周元身边竟还有高手，属下不敌，办事不力，该受责罚。什么事情都要本王亲自来嘛。你先去疗伤，再派人把赵丽叫来。是。云州来的剑灵身边怎么能有高手？是赵家派来的，还是陛下？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？难道不想见我？哎呀，当初在云州城之时，你我宁月三人同乘一辆马车，你都会觉得男女有别。喂，现在可真是孤男寡女，你就不怕坏了你君主的名声？我都不在意，你在意什么？喝茶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们还算是朋友吗？当然。那天在大殿上的事，你不怪我。那日在大殿之上，你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，我就知道啊，此事跟你绝无半分关系，是不是？胭脂妹妹，我知道你心里边有你的苦衷，眼下并无旁人，你有什么你跟你周大哥说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那你离开这里吧。什么？我说让你离开这里。那你离开这里吧。什么？我说让你离开这里。你笑什么？你说我这才来京都几天啊，所有见到的人全都是劝我离开的，仿佛这繁华的京都压根儿没我的容身之地一样。周元，我知道你有能力，你有属于自己的傲气，可这是京都，不比云州，你还是赶紧离开的好。那你说说哪儿好？云州是我父王的封地，你也不想想，为何陛下刚到云州我们就离开了？你是说云州惊变是你父王和那些前朝余孽一手造成的？我可什么都没说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的猜测。周元，你可知我是何时对你另眼相看的？周元，你可知我是何时对你另眼相看的？不会是因为那个《倩女幽魂》的故事吧？当然不是，是在云州诗会上，你帮那个农夫说话，得罪了整个云州诗社的人。镇山河扶社稷开盛世，使天下百姓幼有所学，老有所依，饥有所食，寒有所穿，这才是大道。还留下了一首诗，便扬长离去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放荡不羁的人，同我们这些世俗的人不同。你看，这京都虽然繁华，但却不该成为你的束缚。我不会回去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令牌你是从何得来的？今日午时，伏杀我之人当街吊打。难道父王把我支开，就是为了派人去伏杀周元？软指妹妹，帮我把这个给你父王带回去，顺便帮我捎几句话，就说虽然我不知道王爷为何要取我性命，但既已动手，我周元也不是随意欺辱之辈。走着瞧。周元，你的画本子真的写得很好，不如再给我讲一个故事吧。随身携带我写的画本，还一直劝我离开。我操，这软指不会对我有意思吧？好，那我就再给你讲一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。不知王爷今日请我来，所为何事啊？赵成带回来了一个不错的女婿，赵阁老后继有人。只是可惜了赵大人一直兢兢业业，却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。想必过不了多久，赵家大房一脉就要看一个赘婿的眼色过日子。王爷，如果今日请我来，你就是为了挖苦我的话，哼，那么在下告辞了。不急，本王今日想跟你谈一笔交易。我跟王爷有什么交易可谈的？周元。周元，不错。周元现在是你获得赵氏家主的最大障碍。王爷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您就不必操心了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周元取而代之，却没有行动，赵大人，这可不像你的所作所为。这样，若你能取周元性命，本王助你获得家主之位，如何？王爷，我就这么一个侄女，我不想她年轻轻的守寡。若本王助你晋升内阁，成为首辅，我再给她找个好的。但是王爷，区区一个赘婿，您值得吗？本王说值得就值得。好，王爷，我听说这墨云斋呀，这几天要开谢书宴，到时候我给你演出好戏。蠢货，本王要的是你们赵家内斗，无暇顾及朝中要事，本王才好收拾厉害烟那丫头。您就等着看好戏吧。郡主，王爷，那我先告辞了。没有规矩，没看到父王正在商量要事。您为何要杀周元？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您还想狡辩？敢说这不是您的？王爷，属下办事不力，甘受责罚。谁让你去见他？你是晋王府的郡主，他不过是一个赵家的赘婿。你们相见的事情要是传出去，王府的颜面往哪儿搁？就想问为什么？放肆！放肆！我就想问为什么？他到底有什么好，值得你为他这样？他不一样。他跟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。他说过，他想要正和善，扶社稷，开盛世。他说要让全天下的百姓幼有所学，老有所终，饥有所食，寒有所穿。他敢为农不民不平，他不为强权。罢了，说1000道1万，他也不过是个贱民，身份上就决定了你们2个人不可能。况且，如你所言，
他也可能是装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他若真的这么好，赵家为什么容不下他？你若不信，明日墨玉斋谢书宴，他身败名裂之时，你再看看。明日墨玉斋谢书宴，他身败名裂之时，你再看看。不可能！我要去找他。你敢！父王，是您说，陛下想要倚靠赵家对您不利，我才答应出面证明周元同前朝余孽百花有交情的。他已经侥幸逃过一劫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他？我知道，眼睁睁的看他身败名裂，对你来说有点残忍，可这是为你好。父王大事成了，定会挑全天下最好的俊杰，成为你的夫婿。最好的俊杰，谁爱要谁要，反正我不要。你没得选，传本王令，谁敢擅自放郡主出府，杀无赦。父王，别留恋，别遗憾，最后的约。师傅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没想到那靖王竟留有后手，他果然不信任我。不过周元的劫难到了。师傅，何出此言？为师收到消息，明日墨韵斋会为周元举办谢书宴，赵家大房去请了沈乔杉，要那周元身败名裂。赵家大房，周元不是赵家女婿吗？难道赵家容不下他？若真是这般，明日我趁机把他救走，是不是就可以让他离开赵家家了？主子，两江之地的各大盐商到了，你且好生养伤。啊，看来师父是对周元有偏见，该怎么缓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呢？陛下，不少盐商都到了京都，户部的人送来折子，问今年的盐价该定几两，该出多少盐票。一群老狐狸，盐价定多少钱，他们比朕都清楚，还要来问朕。陛下，臣想起一事，臣去给周元送钱之时，赵阁老当着臣的面把赵家盐号的生意交给周元打理。周元什么反应？他不太清楚。这盐号门道众多，关系盘根错节，常人没个3年5载是根本入不了行的。赵阁老莫不是年老昏聩，才会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什么都不懂的周元那小子？朕明白了，这赵阁老才是忠臣啊！陛下，此言何意啊？赵阁老定是知道朕与周元合作画本之事，所以才在这个节骨眼上将盐号给了周元。其一是想让朕利用周元搅浑天下盐场、盐号、盐商；其二是锻炼周元，给其铺路，一石二鸟。赵阁老，好大的魄力呀！陛下，周元资历尚浅吧？明日他若胜过沈乔杉，资历不就够了吗？有意思，你们明日陪朕一同去瞧瞧。是。宁月，子渊呐！这他妈快憋炸了！这俩人咋这么听蒹葭的话呢？看来只能自己调戏法了。
周元，醒醒，别忘了今天是你的谢书宴。起来，起来啊！这人睡觉怎么还带责任剑呢？你太恶心了！不是，你怎么大清早掀男人被子呢，师姐？你死死给你摘了！我给你科普一下啊，这个是男人早上正常的身体反应，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天赋异禀啊！哎呀，你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哎呦，这一身的阳气何时才能宣泄？出去！哎呦，这一身的阳气何时才能宣泄？这次终于能见到传说中的元义真人了，很难想象能写出这样的传世画本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这画本写的再好呀，有何用？始终是供人娱乐的小道，难登啊这大雅之堂。此言不错，我等今日是冲着沈乔山老先生来的。此等画本，比之诗词尚且不如，更不用说策论于国于民，毫无一利呀！哼，陛下，看来今日没几个人看好周渊，他真的能顶住沈乔山的压力吗？一旦他输，不光他自己的名声受损，就连这墨韵斋的生意也会一落千丈。朕相信周渊。哇，这么多人！哇，这么多人！沈乔山乃当世大儒，士林魁首，德高望重，追随者众多。你要是怕了，现在走还来得及哦。谁说我怕？今天这一大半的人啊，都等着看你的笑话。而且这个沈乔山心高气傲，精通圣道，善诗，对你这种通俗的小说极为鄙视。我觉得今日极有可能就是你的批斗大会。所以你要是不走的话，那你就要顶住压力，不要让陛下失望。哎呀，一个糟老头子而已。师姐，咱们可是经历过暴乱的人。你就把心呐放狗肚子里吧。那你可要撑住了啊！各位，元义真人来了！你就是元义真人？正是在下。画本写到哪一章了？一共有多少回目呀？是啊是啊。不愧是元义真人，剑眉星目，玉树临风呀！是真人，我是你最忠实的支持者。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全书呢，总共有120回目，后续故事更加精彩。咱们保持一下读书人的风度啊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我先。来，别拿，荒唐！十五英雄竟使庶子成。别怕，待会儿有什么意外，我带你走。这里是皇家的书局，你怎么来了？胆儿太大了。我武功高强。终于来。我不过写了半部通俗话本，安敢在此沽名钓誉、哗众取宠？果真当我士林无人乎？乔山先生，注意距离啊！那乔山先生真的来找元义大师的麻烦了。这还用说吗？乔山老先生可是最讨厌这种低俗的作品，觉得这是在侮辱笔墨纸砚。话说，这诸葛亮出山之后是否有去驻留？那关云长后续与张飞三兄弟到底如何呢？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他俩都卖什么关子呀？哎，你快说，大不了给银子嘛。对，
这银子能买来你读书时的滋味吗？如果你提前看了，到时候这书一读，滋味是不是就少？天机不可泄露啊！老夫跟你说话，你到底听见没有听见呀？呀，莫不是不敢回应，故作懦夫之态吧？哟，这什么时候来了一位老先生啊？师姐，快去给10个铜板，让他买点吃食。啊？哦，给你。老先生，看你年岁大了，怕你再等下去体力不支，这本签名就先给你吧。哎，哦，谢谢啊！哎，不用谢，沈大师啊，你和他谢什么谢呀？放肆！我老师乃是如林太斗，你真敢如此戏弄！混账！竟敢侮辱老夫！难道是钱给少了？我给了10个。嗯，一派胡言！老夫家财万贯，岂是为钱财而来？唯有你等上古小人才盯着钱财不放，你竟敢用钱财来辱老夫之尊严？难道你不知老夫的大名吗？要的就是你生气。诸位且记住了，无论是吵架还是辩论，千万不能陷入对方的节奏，否则你从气势上已经输了啊！一定要把对方拉到你的节奏里边，抢占先机。哎，老东西，这下你可遭老罪了。您说的虽然不错，可是我作为商贾，盯着钱不放很正常啊。而且我今天做这墨云斋就是为了赚钱啊。呀，难道商贾赚钱触犯了大军律法？以前怎么没看出来？周元还有如此滚刀肉、泼皮无赖的一面。那是他没欺负过你。啊？商贾赚钱本无可厚非，但你却是用书来赚钱，逻辑都是错的。诸位请看啊，这个老头明显逻辑都不通，不擅长辩论呐。那今天就别怪我欺负老头了。那我做书局，我不卖书赚钱，难道我卖白菜啊？哼，不是这老先生说的话真是好生奇怪。要不你还是赶紧回去歇着吧。啊，再站下去，我怕您更加糊涂。你竟敢说老夫糊涂！哎，沈大师息怒啊！大胆周元啊！啊，怎么和沈大师说话呢？你可知他是谁呀？难道他是你爹？你爹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爹是谁？那你爹是谁？你问我干啥呀？你得回去问你妈呀！我妈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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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妈！要不，哎，我去你妈呀！你可，你他妈！要不，哎，我去你妈呀！你可，赵公子，你可要知道了，这个地步是谁的地儿？你若是再敢，小心我对你无礼！嘿呀！哎，赵元啊，不愧是个赘婿，是吧？就知道躲在女人后边，是不是？我就躲在女人后面。哎，你这个赵家的长房长孙，有能耐也躲在女人后面？嘿，我真是……嗨，老夫又不是女人。赵家？难道是赵阁老所在的赵家？难道这元义真人是赵家赘婿？没听说过呀。果然呐，人不可斗量，明明可以靠吃软饭，却偏偏要出来写画本赚钱。实乃吾辈之楷模呀！行了，不要再东拉西扯了。实话告诉你，老夫今天到此，就是想跟你说，你写的那些东西，无非是些糟粕污秽，根本就上不了台面。行啊，我写的东西是污秽，是糟粕，是上不了台面。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行了吧？还有事吗？不对吧？难道你不应该生气吗？哦，我还得生气啊！我气完了，赶紧走吧。哎呀，都说了，您是如林太守，德高望重。我这初来京都，一没声望，二没权势，我跟您作对，我这不是自取其辱。既然你知道幡然悔悟，那老夫便不再为难于你。话本此等小道，其中并无圣人之道，无非是市井通俗罢了。这墨云斋出版售卖这种东西，实在有辱斯文。老夫作为文人，
自然是反对的看法。希望莫云斋今后停止出版这些糟秽污粕，应该着重注意圣人之道。岂有此理！周元敬你是长辈，一再推让，你却得寸进尺，什么如临葵水？依我看，你就是倚老卖老之辈，沽名钓誉之徒。你把什么圣道挂在嘴边，恬不知耻！你又是什么东西，敢指责老夫？老夫吃成乳林的时候，怕是你爹都还没出生呢。你吃成乳林的时候，怕是你爹都还没出生呢。你低调一点，交给我，小倩，交给我。老东西，你说我的画本是小道是吧？没错。在场的有没有我真正的书名？有。来，告诉他，我写的画本所表达的思想到底是什么？忠君为民，同体山河。哎，听到了吧？你贬低我的作品，我可以不说什么，但你说忠君是小道，怎么？你是不满朝廷呢，还是不满当今陛下？诡辩！你这是诡辩！他是在为我出头。你自称如临魁首，却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当着众多读书人的面说忠君并非圣道。你要造反呐！对，老师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啊！师姐，速去报官，说此地有人宣扬造反言论，按律当斩。放屁！学会扣帽子了是不是？我们沈老先生是谁呀？朝堂中认识的官多了去了，还报官还？沈老确实有几分颜面，不过锦衣卫直属陛下，你这点颜色在我这儿还根本不够看。哎，对呀，造反这种事儿何必报官呢？直接抓去锦衣卫监护所。这群自诩高人一等的家伙，看来心中还是有所忌惮。毕竟锦衣卫直属于您，不同于正统的官僚体系，行事大胆暴力，不必举证便可捉拿，动刑更是无所顾忌。加之其狠辣作风、残忍手段，不管是这些普通百姓，还是读书人，都闻之色变，根本不敢与之打交道。不过，此事若真是闹到锦衣卫那儿，怕是不好收场了吧？且看着。妹夫，咱是一家人，你先别装我。这谁跟你一家人？周元，乔山先生乃是当世鸿儒，心系当代文人，故而以身涉险前来论道。你所书写的话本，配不上如今的地位。莫云斋作为书局，有义务维护文坛尊严，应当停止出版。此合情合理之要求，岂容你随意曲解，肆意诬告？今日当着诸多学子之面，你们莫云斋必须给出交代。跟我俩玩戴高帽子这出是吧？敢问阁下是京都举子诗社成员江修言，原来是修言兄啊。那阁下认为该如何处置我的画本？此等玷污文坛之作，自当是销毁。不，你并不想销毁你只是忌惮沈乔山的名望，想要在他面前争个表现而已。你这属于虚伪呀！我这不君子。你作为文人，你得君子。你是血口本人，胡说八道！血口本人，胡说八道！那你证明给我看。我，老师，自己证明，你看我干啥？你看我也没用啊！你看我，看我。陛下，大人，按照大晋律法，撕毁书籍者杖20，罚银100两。哎，还是当着咱们锦衣卫百户的面，
你这是藐视我们大晋的律法呀！这是我。俗话说得好，君子懂口不懂绳。公主，你说的对。师姐，你不是君子，动手。我日他的你！哎呀！叫欺负周远！你可真要被打！阻碍锦衣卫执法啊！按律抓进大牢同罪。你是不是眼神不好？哎，我带下去。诸位都看见了啊！我作为锦衣卫部，这是他犯法在先，不是我滥用私刑啊，不是啊！想不到元义真人竟然是锦衣卫百户。你看，这三国故事的创作者，赵家的赘婿，锦衣卫百户，他到底有多少种身份啊？哦，对了，被这姓姜的一搅和，都忘了说到哪儿了。老东西，到哪儿了？锦衣卫又怎么样？老夫我正着行，端着坐，行得正，走得端，坐得端。行了，老夫不过是有话直言而已。文坛的尊严，我们读书人自当守护。看到没有？决定今日胜负的时候到了。读书人，我也是读书人，忝为秀才而已。你的名号我曾经听过，只不过今日一见，实在是大失所望。老夫自幼书香门第，勤学苦读60载，方有今日之学问。岂是浪得虚名？区区一个秀才，你在质疑老夫之前，还是好好问问自己有没有好好努力过呀？你是书香门第，难道大晋惶惶几千万之众，人人都是书香门第？有多少人年少读书，长成之后家境贫寒，只能下地耕种维持生计？又有多少人一辈子只能为了吃穿发愁，连读书识字的机会都没有？他们是不努力吗？他们是不刻苦吗？他们是懒吗？有的只因家贫罢了，有的只因出身寒微罢了，或者命运悲苦罢了。说的不错，我读了10几年书，就因为门第，连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。乔张先生，我们究竟怎么样才能足够？放肆！老匹夫，你莫要在此仗势欺人。如果有本书能让只识字的普通人获得乐趣，能够让他们了解波澜壮阔的历史，能让他们重新燃起对书籍的喜爱，能让他们在艰苦的生活中找到读书的意义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我所写的话本没有圣人之言，但它能够带给人们乐趣，能让他们喜爱历史，能够让他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，能学会忠君爱国、重义轻利，学会担当，能够通过画本来教育那些不识字的普通人，向他们传播正确的道德观念，而这些读者将会成为咱们大晋的土壤。只有土壤肥沃了，才能长出参天大树，让他们成为文坛的一员，让咱们大晋的文坛更加丰富，更加波澜壮阔。这才是真正的尊重文坛。好。文坛不应该只是儒生的文坛，更应该是大晋万民的文坛。老匹夫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说得好！好个屁！要言惑众，我大晋文坛怎么容你一个区区秀才能定啊？是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多大了？我叫吴念，今年15岁。你喜欢我的画本吗？为什么喜欢？哎，要说实话。我喜欢这个精彩的画本，我喜欢那些聪明的谋士，喜欢刘玄德，喜欢关云长，他们都是大英雄。
我爹是教书先生，俺娘务农，家里穷得很。我一直都不喜欢读书，识字都是我爹逼的。但自从看了这画本之后，我就喜欢读书了。因为我想做大谋士，像徐元直那般报效朝廷，辅佐刘备。我崇拜袁义真人，所以今天偷偷跑来看。但家里太穷了，我没有读书人的衣服，就只能穿我爹的，太大了，还有点旧。袁义真人，要是我现在读书的话，能变成像徐元直那样的大谋士吗？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志者事竟成。只要心中有理想，肯刻苦努力，你还有你们，一定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。我娘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她都不让我帮她干活了呢，让我读书呢。可是我家里太穷了，没有书可以读，我只能去人家抽书。爹爹说我15岁才读书，太晚了，这门抽下去，怕是30岁才能学到真本事。这本书送你。老匹夫，听见了吧？这么有志气的孩子，是他不努力吗？你可知道这市面上一本书要多少两银子，而读书又需要多少两银子？是他家里不想给吗？你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你刚说的话，朕都听到了。别怕，孩子，你想读书是吗？朕可以帮你。真的吗？朕下午就派人跟你去一趟你家，告诉你爹娘，放心让你读书，钱财、书籍皆由朕来提供。谢谢陛下。起来。陛下，臣进言。这可是你第一次向朕下跪，有什么话随便说。臣进言，之后每个州郡都设立一所免费的学堂，不再辜负这群爱读书的少年郎。你倒是会挑时候，此事朕会同户部官员商议。谢陛下。陛下圣明。老匹夫，看见了吧？这就是我写的画本所具备的力量，它能让人们喜爱读书，这才是真正的尊重文坛。文坛不应该是高高在上，而应该是贴近万民的。学问也不应该只是那些圣人之言，还有历史故事、鲜活的人物。你不该把文坛筑上门槛，你也不该把学问树上高楼，你才是阻碍文坛发展的人。送你4个字：沽名钓誉。哎呦，大师！哎呀，徐先生！哎呀，这大师，你这将他带下去。王爷请放心，只要沈乔山一出马，那小子在京都再无立足之地。赵大人是知道的，本王要的不只是这些。放心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但说无妨。王爷，墨云斋内，沈乔山与周元辩论满盘结束，沈乔山当场吐血昏倒，他的徒弟也被痛打了20棍。我就知道，他不会如此轻易就被赶出京都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沈乔山连那小子都收拾不了。
赵大人，这件事情全城皆知，如若不信，你随便找个人问问便好。看来本王还是小看了那臭小子。赵大人，可还有下一步？有，还有好多步，请王爷静观，我回延浩去安排一下。希望这次不会让本王失望。蒹葭姐姐喝茶，喝茶，谢谢。蒹葭姐姐，你还是别生周大哥的气了呗。宁月，你不懂，此地是京都，不是云州。赵家作为世家，是绝不可能允许一个风月女子进入赵家门的。此事若被父亲知晓，定要责备周远。若是连父亲也因此心生嫌隙，我当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蒹葭，你是怕你父亲心生嫌隙呢，还是怕多一个人跟你分享周原呀？娘，不是娘袒护周原，你跟他成亲这么久了，你还没发现周原他是个做大事的人，他跟你爹不一样，将来这身边少不了莺莺燕燕。你与其跟他打闹，不如做好你的正事，拿出你的气度。这里边还有这么门道呢。蒹葭姐姐，要不然就让周大哥带我们离开京都吧，好不好？没用的，我出生在赵家，就和金丝雀无异。明月，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的。你敢爱敢恨，敢追求自己的人生。蒹葭，你要是真的想拴住周原，不如就给他生个孩子吧。娘，你们说什么呢？这男人做了爹以后，自然就会沉稳些。完了！怎么了？小姐，姑爷在暮云斋把儒林魁首沈乔山老先生给气吐血了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那他人呢？不知道。娘子们，我回来了！传户部所有官员前来。师姐，你真的要听周原的建议，开办免费学堂吗？你不懂，这些年世家门阀几乎垄断所有科举，底层百姓想要读书，只能投靠他们。可世家抱团取暖，导致朕无人可用。若是能开创免费学堂，让普通百姓的子女有机会读书，定能笼络不少人才。与江山相比，这些银子又算得了什么？如此妙计，若不是我当时在场，我还真不相信他是临时想出来的。到底是小瞧了周原。陛下，跑哪儿去了？属下发现件要事，陛下可还记得，今日一直跟在周原身边，几番又为他出头之人。有何问题？属下跟踪发现，那人竟是女扮男装，寄身于百凤楼。属下还在百凤楼发现了不少盐商，以及无声教程。无声教竟敢藏匿在京都？朕记得云州惊变之后，无声教圣女百花下落不明，女扮男装，莫非她是跟随周原一同来了京都？陛下，这个周原同无声教关系复杂，属下认为应该立即将其抓入诏狱，严加审问，查抄百凤楼。百凤楼，严浩、严商，事情愈发有意思了。叶青音，属下在。如今周原在京都已有名声，是时候让他去锦衣卫述职了，让他自己去查抄百凤楼，是轻是赃，让他自己给朕证明。是。行了，行了，您戚急攻心，还需多多静养。慢走，大夫啊！
扶我起来。来了，老师。哎，这长得吓人。周元可是住在你们赵家？没错，这个周元如此顶撞沈老先生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禀告我爹，把他逐出赵家。不必了，老夫亲自去见他。哎呦，周大哥，周大哥，你没事吧？看来你们已经都知道我的光辉事迹了。哎，不过一个老匹夫而已，能有什么事儿？周元，你可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？我让莫云斋声名大噪，我还为天下穷苦学子出头，我闯什么祸了？沈乔山是儒林魁首，德高望重，就连我爹也算他半个弟子。我们赵家向来以书礼传家，你将其气个吐血。虽说是保住了莫云斋的门面，但是你已经处于众矢之的，有辱我们赵家斯文。我有辱赵家斯文？娘子，你不能让外人看着在这骂我，我不还嘴吧？这不胳膊肘往外拐吗？你是我的夫婿，是赵家的人，沈乔山再过分也不敢真拿你如何的。娘，你替我去备份厚礼吧。你即刻随我去给沈老道歉。不去。周元，我知道你有骨气，可是骨气在京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我是在教你如何在京都自处。好了，这个事情啊，不一定就到了不可商榷的地步了。元儿，要不你先去冷静冷静，等你岳父回来，我跟他一起去给沈老赔个罪。等他消气了，你再去啊。岳母，周大哥，别说了。岳母，周大哥，别说了。这金家姐姐和大伯母都是为了你好。这俩孩子还是打磨的时间太短，一次生离死别还是不够啊。周元，兄长，沈老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什么风把人给吹来了？叔母，周元公然顶撞沈大师，沈大师是来上门问罪的。这回你呀，护不了他了。我劝你往后退一退，别连累了自己。沈老，周元是我女婿，他初到京都，年少气盛，行事难免有差，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妾身在此替他给您赔罪了。我说你护不了他，够了！你还嫌你祸闯的不够大？元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让我岳母替我赔罪，我还算什么男人？操你！爷爷在此，你过来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人可粗鲁，打人可疼，一会儿给你打伤了，别躺地上讹我。我操，来这出是吧？哎，这，干他！干！来，干他！干！周公子在莫云斋一席话，振聋发聩。王老夫午门弄墨几十年，竟被名利二字蒙蔽了双眼。幸得公子加以点拨，老夫方才幡然悔悟。今特带弟子亲自上门道歉了。我傻呀，老师是不是气糊涂了？你行了。念在你一把年纪能够幡然醒悟已是不易的份上啊，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了。不过小沈啊，你也一把年纪了，之后行事可要擦亮双眼，切莫被这种小人所利用，耽误你文坛泰斗的名声啊！公子所言极是，那老夫就不再打扰，先行告退。慢走。沈老慢走，慢走。沈老，
错了没有？我错了没有？错了没有？我，哎呀，好啦，这事儿都了了，你们还在这争个对错，有什么意义吗？你们3个人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远儿今日也累了哈。明月、子渊，你们跟我呀，去给你们周大哥准备些吃的。我也不会。站好了。哎呀，娘子，哎，开玩笑的，我怎么可能真生你气啊？你看，我也是一个大活人，对不对？我也有自己的行事标准，你不能让我一言一行全都按照你的方式行事吧？此事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百花仙子的事情你必须处理好，这事关你能不能真正的进入赵家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周远，你有没有想过要个孩子啊？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我娘说的。我娘说，男人有了孩子之后，就会更加成熟稳重些。娘说的对。我亲爱的岳母大人，这也太给力了吧！不管我平时孝敬他这么多银子，拿钱他是真办事儿啊！娘子，我来了。你干嘛？不是说要个孩子吗？今日我就让你知道我如何天赋异禀。邓徒子，你羞死人了！青天白日的，你就不能等晚上吗？哎呀，这种事儿白天晚上都一样。周远，你们这是在干嘛呢？叶大人，放下来。师姐，我觉得你这下有点帮倒忙了，有点。那干什么你看不出来吗？啊？你怎么还说？师姐，我给你摘了。叶大人，使不得呀。对，一会儿还得用呢。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陛下有旨，如今你在京都名声大噪，就应该趁热打铁。走，随我回锦衣卫述职。不是，他想累死我呀！你能不能跟陛下说一声？要不晚点儿。这个更衣。叶大人，您还是一如既往的英姿飒爽。那是自然。放出去！滚出来！都给我滚出去！闹够了没？父王既然想要做主我的人生，女儿自然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。看来本王这些年是过于宠爱你，不知世事之先。一刀带郡主去城南。王爷，城南鱼龙混杂，流民众多，太危险了。郡主亲之欲业，本王就是要让他知道，若无本王，他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生活。郡主，恕小人直言，城南太危险了，您去不得。宁月都能够不顾自己的性命，追求自己的幸福，我为何不能争取自己的人生？带路，带路！赢了，你赢了有你一半，你该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肯定言而有信。
以前没银子，我老婆都给你们了，你怕什么？再没钱，我给你卖地、卖房子、卖儿卖女，求求你，再借我几两银子，我挣我房子嘛，求你，求你，求你再帮帮我，再借我几两银子。20两，赢！错了。贵人玩笑。你可知许檀物，晋王故？你是觉得本王错了？贵人恕罪。叫胡三滚过来。见过东家。他们先前不知道本王的身份，把曲盘错了，还有人庇护。这种事情若是让其他的贵客碰见，这生意怎么做？东家息怒，小人下去后一定会好好管教。管有何用？浪费时间。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，他们只是弹错曲、跳错舞，责罚便是，何苦害他们性命？你的意思是本王错？女儿不改。本王既然没错，那错的就是他们。他们做错的事情就要受罚，这是规矩。父王，规矩可大可小，若因小事丧命，不公平。公平？你知道有多少人指着这家店吃饭？若是因为他的错，导致店里没有生意，让其他人吃不上饭，这对其他人公平？没有生意，本王养他们的吃穿用度，谁来负责？这对本王公平吗？可他们只是下人啊，管事的错。东家不，东家，怎么？你觉得是本王女儿错了吗？小人不敢。郡主怎么会错呢？不够。你住手！住手！父王，何至于此？依本王之意，死的是他们。你讲了几句话，现在要死的变成了他。你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你而死。乱世当前，先斩圣母。善意是世界上真正杀人的刀，这便是世道。世道不该如此。好，那这家店交给你管。我给你时间证明。若你连这个都证明不了的话，那就不要再说这种幼稚的话。好，若是我能向父王证明，还请父王饶过周元。好，你留在这儿保护郡主，再派人去趟白凤楼。听说无声教有一种秘药，可以迷人心智。王爷，难道你想？王爷，难道你想？他的手太干净，
不适合现在的世道，更没办法继承靖王。只有让他做出一些无法挽回的事情，才能算是他真正的人事。谢谢郡主，谢谢郡主啊！何必多礼？来，快起来！郡主，你身份如此尊贵，此处不是你待的地方。这几个贱人也不值你同情。你还是好好养你的伤吧。一刀，带我下去。没钱还跟老子说？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有女儿，可以卖给你们。当真吗？你想卖多少？50两。20。好，这次我要。喂，你看清楚，她可是你的亲女儿。你他妈谁呀？老子没钱，不卖你还卖你啊！哟，店里面什么时候来了如此水灵的姑娘，来陪大爷们耍耍呀？找死吗？哎，大哥，那我女儿。郡主，像这样可怜的人太多，你救不过来的。不，我一定要证明给我父王看。师姐，不是，咱怎么越走越偏啊？哼，锦衣卫办事狠辣，百姓闻之变色。前面就是锦衣卫总指挥所，所以没有百姓敢在这附近做生意。这么恐怖？哎，师姐，你看是这样啊，你师弟我呢，头一次当官，没什么经验，你给我讲讲这锦衣卫内部什么情况呗，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。你怕什么？待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走。师姐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气死我了！别碰了，说就行。是这样的，锦衣卫呢，在各个州郡都有分部，但坐落在京都的是总指挥所。按照常理来说呢，最高官职应该是正指挥使，但是呢，我们锦衣卫只属于陛下。朝中呢，有不少官员都持有忌惮，所以暗中施压，导致现在只有一个千户和一个市百户。只有一个千户跟市百户，没错。那我们空降过来，岂不是影响了这个市百户的升值空间？不是，那陛下要干嘛呀？我这个人还没到呢，先把人得罪了。为陛下效忠，粉身碎骨又何妨？你粉身碎骨又何妨？耽误我跟我娘子同房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走，你先。走啊！拜见大人。进了这个门，以后就是一家人，勿需如此多礼。你就是周元吧？对，有才学是好事，锦衣卫不缺莽夫，就需你这般有头脑的。话本我看了，很不错，就是出得慢了些。那属下一定尽力赶进度啊。敢问大人名讳？老夫叶冕，是这京都人士。周元，这是百户令牌，万万收好。关于百户的每月俸禄、职务范畴、行事标准、规矩律令，全都写在这书上。你既然识字，就需好好读读，勿要犯错。叶大人，这个我来前领过一本了。节省，节省。如有其他不懂的，直接问青英即可。周元，鉴于你之前断案的经历，我将你放在锦衣卫的稽查部，本应带你去好好熟悉一下那里的人，但是老夫实在是公务在身，青英，就由你带周百户走一遭了。是。
喝吧。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有什么本事，让陛下如此器重。师姐，你说我现在也算是编制内的人了吧？对呀。那我这一个月俸禄多少钱？40两。啥？不是，这锦衣卫干的可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，就给40两。你这什么话？锦衣卫的身份是什么？职责是什么？那是能用钱财所衡量的吗？再说，咱百户拿40两已经很不错了，那麾下的小旗官只有8两，普通锦衣卫只有4两。那谁干的？哎，还有啊，身为锦衣卫就应该有锦衣卫的样子。抬头，你就站住！锦衣卫周元，到。锦衣卫周元，到。哪来个傻子这个？像样。不对呀，这稽查部负责检查还有审核京都各大衙门，平日里没什么活儿，但也不能就这么紧张吧？哎，师姐，此事有蹊跷，我来调查调查。你来。所有锦衣卫集合！嚷嚷什么嚷嚷啊？知道这哪儿吗？稽查部重地，禁止喧哗，懂不懂？锦衣卫集合！好吧，哎。见过百户大人。怎么只有你们几个人啊？哎呀，大人有所不知啊，是百户大人带着其他兄弟出去吃饭了。放肆！身为锦衣卫，怎可擅离职守？4个月没发俸禄了，我们还不能擅离职守一下啊？这兄弟们都没有办法啊，所以这是百户大人请客，其他弟兄肯定就跟着取费啊。难怪姓叶的要把我安排在稽查部，这是要考验我呀。师姐，咱们是空降过来的，人家是百户心里肯定不满，给咱上眼药水了，那咋办？我是强龙啊，我能怕他这地头蛇吗？看我的啊！你叫什么呀？小人高彪。彪子，我看到你，我就觉得你有前途。愿不愿意帮本大人做件事啊？锦衣卫高彪，到！去哪儿了？回师傅的话，我出去打探消息去了。这才对嘛，咱们眼下的事儿最重要，那儿女情长的都得往后放。就要到户部发放今年延号票据的日子。今日京都来了不少盐商，我们要将他们掌控在手中。为师已放出消息，今夜我们百凤楼将推出外地来的花魁月云姑娘。以赵百川那好色的性子，定然会来。赵家把控户部，那赵百川是年轻一代里唯一的男丁，只要你迷住其心智，我们或许能寻机掌控住赵家。那将来起事就无需担心钱粮。记住，这次你绝不可再出纰漏。是。兄弟们，今天吃的怎么样呀？多谢是百户大人请客，今日啊是我们这几个月吃的最好的一顿了。叫什么是百户，要叫百户大人呐！属下定对您马首是瞻。说的没错，
听说要来新的百户大人了，到时候咱们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，让他知道这稽查部不是谁都能来的地儿。放肆！当值期间擅离职守，该当何罪？两位大人，午时用饭是规定，但我们也不算擅离职守吧？今天两位大人上任，与其拿兄弟们发威，不如想办法解决大家的愤怒问题。彪子，打开吧。要发疯了！太好了，我今晚我就去下馆子。哎呀，下什么馆子呀？我收到消息，百凤楼今晚要来新花魁，我可得去瞧瞧啊！不对呀，即使发疯也应该送到指挥所，送到吉普斯来做什么？就是啊，姓高的，这些钱从何而来呀？是百户大人让我去兑的银子。本官呢，初来乍到，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。我叫周元，听说兄弟们已经4个月都没发出俸禄啊，所以啊，我这作为新来的百户，自掏腰包帮你们把银子补上。意思是这些钱都是给我们的？咱们这么多人，有4个月可得好几千两，出手如此阔绰，这百户什么来路啊？不过呀，在拿银子之前，本官要问你们一个问题。刚刚我听说要为谁马首是瞻来着？大人您误会了，弟兄们一定是对您马首是瞻呀！没错，看到徒弟在所不辞。都给我站好了！身为锦衣卫，一个个像什么样子？抬头，挺胸，站直，嘻嘻哈哈的。当值期间擅离职守，该当何罪啊？回答！本官刚刚上任，这之前的事儿啊，就不追究了。谢百户大人。不过，这日后谁要是再给我闹这一出，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别以为我是来给你们下马威的，这真金白银就在这儿，做不了假吧？不就4个月的俸禄，还真以为拿捏住我们？你以为本官给的只有这4个月的俸禄啊？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往后，只要踏踏实实的给本官办事儿，从下个月起，薪俸双倍。从今往后，只要踏踏实实的给本官办事儿，从下个月起，薪俸双倍。双倍？朝廷给你们1份，我周元给你1份，如何呀？当真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这钱我可给到了，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日后谁要是再敢不听话，不服从命令，依旧散漫的话，那可就按规定处置了，这个可没得商量。简单来说，我周元手底下的人必须吃饱，但是一定不能是饭桶，听明白了吗？谨遵大人之命。叫什么大人呀？叫义父。哎呀，亲爹呀！好，锦衣卫，全体都有。到，领薪俸。哎呀，怎么你不领1份啊？中午请人吃饭，花不少银子吧？我给你包了。那拿钱不接钱，脑子有问题。哎，让，给我留1份！哎呀，别瞎我留。看着没有，这个叫能屈能伸。你是这个。来，千户大人，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上任即发银，周百户到底是有钱人呐，这么大的手笔，何愁属下不听命啊？叶大人说笑了，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啊。
这圣上提拔我，我才能当百户。你说我要是不使些手段，这不都得被底下的人架空了吗？那是你的本事，他们有何可怨？再说朝廷不发饷，你不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吗？啊，哎呀，叶大人啊，其实属下早就……你继续吃啊，一点心意。动！掌柜的来了，别忙了，过来。这个呀是3000两银票，收好，就当是今天晚上这顿饭的饭钱。大人，用不完那么多呀。剩下的给我存到这位大人的账户里啊，反正早晚都能用得上。哎，周百户，何须如此破费呀？哎，叶千户，这不是一番心意吗？以后在锦衣卫还需要您多多照顾。以后不许这么干。掌柜的，别记错了啊。好的，大人。周百户，啊，来，哎呀，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，日后大有可为。哎，不像我是老了，以后可就没有什么造化了。哎，您这说的哪门子话？啊，对了，据说城南有很多地下赌坊，骗钱的、抢钱的、雇佣打手、谋财害命的都有。你我为圣上分忧，怎能不管呢？这是在给我机会呢，还是在考验我呀？大人放心，属下定当竭尽全力。我们还要谨慎行事。哎，是，毕竟能在那个地方开赌场的，可都不是小人物。啊，还有那个稽查部的施百户啊，之前受过刀伤，一直没有好，岁数也大了，公干力不从心啊，该退了。退了，真退了。哎呦，那我就替施百户敬大人一杯。老虎，那我就替施百户敬大人一杯。老虎，二位大人，你们行贿受贿能不能避着点人呢？啊？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，一家人，自家人，自家人。啊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行，您忙。师姐，你跟这个叶大人，他是我爹，是亲生的吗？不，这性格根本不像啊。坐下。我跟你说，用钱铺路虽然很容易，但它始终不是长久之计。你若是没有功绩，即便是在锦衣卫，你也是如履薄冰啊。我这不初来乍到，没办法嘛。我这儿倒是有个机会，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真的？俺师傅留着那10年，你没有罪吗？谁又扎了你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收起你那恶心人词。别着急，等天黑了就带你去。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哎呀，师爷，我这对我的，别，错了，叶公子，你也知道我这家有悍妻的，你总带我来这种地方，不合适啊。公子，你这说的哪里话？只要你不出这道门，今晚我们就是最爱你的人。哎呀，只管尽兴玩乐便是。好，哎呀，你也是啊！哎，不是我说你师姐，你干嘛呀？你每次带我来青楼，你都发这么大火，怎么？你这光贴胡子不好使是吧？你当谁都跟你一样，
是云州青楼人人都知晓的有情郎。哎，师姐莫要胡说，我可是很纯洁的。哎，等什么时候把你那玩意儿摘了，就当纯洁了。是你这玩意儿咋摘呢？开玩笑啊，开玩笑。师姐，话说这青楼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待会儿你就知道。这百凤楼什么意思啊？公子们，这都候了多少个时辰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操，这货怎么也来了？百凤楼此次的宣传做得极好，不仅是这个赵百团，就京都其他家族的公子都来的不少。你看那个穿红色衣服的，那个是安南侯的公子。哎，你看那个穿白色衣服的，那可是李家的公子李清风。就这个人啊，他可是京都少有的才子，才华横溢，19岁中进士，辞官不仕。这么牛逼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还不放人家？那么高傲吗？就是啊！我要看月云姑娘。月云姑娘呢？还不让月云姑娘出来！哎呦，诸位公子，稍安勿躁嘛。月云姑娘并非是不尊重大家，说到底，须是好诗好词，靠本事赢得青睐嘛。若是只使些银子便能成为入幕之宾，那仙子就不值得大家尊重了。说得好，若是太容易得到，反而觉得没意思。哎呀，惠妈妈，这全京城最出色的才子都在这儿了，还怕没有好诗好词吗？就说是啊，快将月云姑娘请下来！请不出来吧？这不就来了吗？这就是月云姑娘，如此容貌，简直是仙女下凡呐！难怪前段时间百凤楼沉寂了一段时间，原来是去挑选新人了。若是今晚能成为她的入幕之宾，当真是人生无悔啊！师姐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放心吧，从云州来的没几个人，今天晚上除了你我，没有人知晓他的身份。啊，那就好。师姐，你不会是想让我抓他吧？怎么，舍不得？你别忘了那日在朝堂之上，晋王对你发难的由头，你跟他的关系，陛下早就知晓，只是不愿追究罢了。如果你不处理干净这段关系，想在京都立足，根本不可能。他真心待我，且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前途而害他性命？师姐，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有啊，你能不能别总耍我呀，师姐？执行任务的时候用尊称。你赶紧说呀！好吧，叶尊称。好吧，在云州，无声教掠夺了大量的金钱财物，无人知晓运到哪里，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大事。如果你能查明白，并且将无声教全部剿灭，别说你在锦衣卫立足了，就算你带着百花去向陛下求赦免诏书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不过如此一来呢，你很有可能就成为他的仇人了。哎，他说的有点道理啊，只是不知道彩妮愿不愿意。不行，得找个机会跟彩妮说清楚。唉，妾身刘普之姿，能得诸君青睐，实在惶恐。初来乍到，妾身不是不愿与诸君相见，实乃内心空虚，不敢接触诸位公子，免得扫了诸位公子的兴致。又道了歉，又表达了自己内心难过。哎呀，这花魁的手段果然惊人呐！哈，哎，人家都说了自己内心空虚，周公子还不出手？别说起来，胡子都掉了。不会。哎呀，
本公子啊，知道姑娘您初到长安，肯定心中有所不安呐。没事，谁要是不理解，就是和我赵百川作对。哎呀，月云姑娘若是心中空虚，可与小生倾诉，小生必为姑娘解忧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这他妈一群暖男舔狗啊！这是，呸！诸位公子有所不知，月云本是良家闺秀，家中也略有薄资，故从小读书，也有些许才华。可是未成想，家中遭难，财物也被劫一空。妾身虽侥幸逃过一劫，但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才逃往京都，来此做了花魁。是故诸位公子莫要嫌弃月云年岁大，也莫要介怀月云不懂待客之道。看见没有，我们家小百花啊，演技就是好。哎呀，不会啊！月云姑娘不是我们云州人的。原以为月云姑娘是这百凤楼培养出的花魁，却没想到竟是良家才女，落难而至此地啊！月云姑娘之遭遇，真是让人闻者落泪，听者伤心。吾不禁想要赋诗一首。月云姑娘入烟花，看得吾心哗啦啦。若是姑娘肯点个头，直接八抬大轿去回家。你还会赋诗？你有文化吗你呀？啊！姑娘刚落死大难，你图谋不轨，趁虚而入，你无耻至极。不错，这姓张的趁虚而入，实在可耻。就是，只有我才是真心想要照顾月云姑娘，无为传为之，实属轻率。月云姑娘是我的，是你的事儿，明明是我的。我无耻之极，我这是救人于水火，我不会救啊！我这是见义勇为，我不会见义啊！我这是慷慨，我不会慷慨啊！救人你。诸位公子，多谢诸位公子体谅，待时机成熟，月云会亲自约见诸位公子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实在是心情阴郁，便不再相约。等等。姑奶奶，我不想伺候你们这群猪，你们还有完没完了？哎，你月云姑娘，你心里的阴郁、难过，我都懂啊。不妨给小生一个机会，我们一同闺房啊，饮酒赋诗，互诉心肠啊！妾身并非随意之人。若公子想要畅聊诗词，那妾身唯有先见，否则对他人不公平。这个好说，哼，我也吟诗一首，琵琶啊，轻送风雨，愁几许深渊。绣楼佳人啊，又叹息，酒已凉，烛已干，泪相泣。肝肠寸断，人生都别离。好，好什么好？小姐，此诗名为《呜咽啼》，小姐是否喜欢呢？好词啊，好一首《呜咽啼》啊，现场所作。这首《呜咽啼》描述的不就是月云姑娘吗？不愧是赵公子，真是书里传家。略显单薄，情绪变化也不多，但胜在邻座，确实才华横溢。哎嘿，说的有道理啊，是读过书的人啊，说的非常之中肯。诸位公子，要是你们谁也想和月云姑娘饮酒作乐的话，不妨也作几首诗啊，和我赵百川比试比试。诸位公子，要是你们谁也想和月云姑娘饮酒作乐的话，不妨也作几首诗啊，和我赵百川比试比试。哼，哎，这两个人怎么不站出来阻止？
这个李家私底下还做着严浩的生意，还指望着赵家给口饭吃呢。至于那个安南侯，早些年就被陛下架空了，怎么敢得罪赵家呢？哎呀，这么多人夸赞这首诗，我看啊，这百花怕是撑不住，邀请这赵百川成为入幕之宾了呢。妄想！赵公子的确才华横溢，妾身敬佩万分，不敢不服。此首无夜题自然能打动妾身。赵公子，请随妾身上楼。嘿，各位公子，我就先行一步了啊！哎，等等！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站出来。这人谁呀？敢在这时候打扰赵百川？从未见过。最近户部不是售卖盐票吗？兴许是哪个外地来的愣头青。你怎么来的？你有病！你瞅瞅你做那破玩意儿，听了都脏耳朵，还想献给月云姑娘？没有点自知之明。哎呦我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周元，我们赵家的赘婿啊，赘婿，原来是个赘婿啊！周元啊，你作为赘婿，本就不应该来这青楼，这已经犯了家法，汉在这儿大言不惭。赘婿，此人莫不就是你赵家在云州为赵监家寻的夫婿？前2日听说还气病了沈乔山老先生。没错，张兄，听闻你对赵监家倾慕已久，竟被此人捷足先登了。周元啊，你来此地是为了和为兄争风吃醋来了吗？争风吃醋？你也配你！这么精的诸位，在下并不是粗鲁之人，只是我跟月云姑娘都是云州人士，许久未见，所以今日一见，想要与之畅聊一下。哎呀，你们还是旧相识了。妾身的确与公子相识，但有言在先，妾身只为诗词而动，所以还请故人改日再来拜访。此番话是为了维护百凤楼的规矩，跟师尊的交代。周渊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月云姑娘说的不错，要想成为月云姑娘的入幕之宾，畅聊诗词，靠的是真本事，可不是在这儿轻言故人。再说了，从云州来的又不是只有你，若接上乞丐一事，难道月云姑娘还要见乞丐不成？就是啊。我操，这小子对我这么大敌意啊！喜欢赵监家是吧？啊，巴结赵百川是吧？啊，你臭不要脸的！啊！哎呀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周元啊，我劝你呀，最好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，不然的话，当着众公子的面家法伺候。嘿，我操！我还没入你们赵家族谱呢，就想家法伺候我？家法是吧？啊，伺候我是吧？啊，我先给你俩大嘴巴子！我操！我了个人！兄长啊，在下并非粗鲁之人，不就是作诗吗？诸位，且听好了。大言不惭，他会什么诗词啊？说话都费劲，还会诗？哎呀，今天他要是做不出横压所有人的诗词，本公子绝对不会放。哎呀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我这，哎呀，我该做个什么词啊？我这，哎呀，周兄想好了没有啊？你莫不是想让所有人等你一晚上吧？哎，急什么？我跟月云姑娘许久未见，再次相见，那当然是有很多话想说。这心中的诗词啊，正是翻涌之时。你打断什么？有了。
此词名曰《临江仙》，赠月云姑娘。大爷，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。一般，着实差强人意。哎呀，这穷乡僻壤之地来的赘婿，能写出什么好东西啊？去年春恨却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去年春恨却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好美的词句啊！好生动的意境啊！天仙妙啊！好啊！曾记月云初见，两行新字额一，琵琶弦上说相思。哎，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好啊！当初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这月和云，这不就是月云姑娘的意思吗？妙，妙啊！我不知道什么月云姑娘，我只是想起火后家娘子相识之时，正是个雨天。回家，今后不再来这青楼了。我也要等，我要去外乡找我心爱之人，哪怕他不会见我，我也要等他。爱情，等等我呀！李兄啊，你难道不说些什么？李兄啊，你难道不说些什么？此词意境凄美，相思、追忆、苦恋、别离这一切愁绪描写的淋漓尽致，让人痛彻心扉，凄郁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他没那么好吧？啊，婉约啊，沉重啊，追思痴恋啊，苦闷，无以言表。此临江仙乃千古绝唱也，无所不出，唯有钦佩，请周兄受我一拜。你懂诗？哎呀，兄弟，礼重了。哎呀，李兄，你我相交多年，何至于此呀？哎，张兄，无重有仪，更尊文道。闭嘴！周远啊，你非得赶在我作诗之后再作诗是？怎么着呀？把我当台阶踩呢？是又怎么样啊？有本事你做出一首比我刚刚更好的诗啊！我什么我？各位，若是无人再作诗词，那今晚周公子就是妾身的入幕之宾了啊！周公子，请吧。不好意思了，哥几个，我先去尝尝鲜儿了。你把扇子还我！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赵兄，难道我们真让他嚣张至此啊？我的姑娘，不行，我一定得告诉我爹，让他在我们老赵家出名。切开！嘿，好主意，李兄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啊！漫漫长夜无心睡眠，我呀，还是留在这儿吧。哎，赵公子，等等我呀！残念。周元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，你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们欺负我的。怎么，我们的圣女大人也会受委屈啊？你都知道了？
谭妮，云州城之事闹得太大了，这百凤楼如今已经在锦衣卫的监视之下。我今晚就送你离开，你在这多留一天，危险便会多一分。还是公子知道担心我，你对我可真好，可不像他们那些混蛋。谭妮，我知道你有为难之处，如今我已经是锦衣卫百户了，你告诉我，我来帮你。公子现在都已经是锦衣卫的百户了，却还要和我这个无声教的妖女来往吗？我会毁了公子的前途的。什么百户，什么妖女，在我心中啊，你就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姑娘。你我早已情投意合，别说什么百户，就是给皇上，我也不换。公子，爱你深知公子心意，无以为报，只愿今生可以跟着公子，侍奉公子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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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莫不是不愿意碰我？没有，愿意。那是为何？我现在没有事。我也不能告诉你，这楼下有人等我吧。哎呀，时机不成熟。什么时机？首先是身份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的身影就深深镌刻在了我的心里。卿本佳人，奈何要做贼啊？如果要是有机会，你愿不愿意随我一起抛弃一切，远走高飞？你不懂，我本是前朝公主。我操！前朝公主，难搞啊！从我记事开始，所见、所闻、所学，皆是为了光复。为此，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人。我当仁不让，怎能放弃？那是上一辈的事情，残妮。那是上一辈的事情，残妮。你有你自己的人生，而且百姓认可现在的大晋，这足以证明现在完全可以取代之前。黄口小儿，你敢大放厥词，乱我徒儿道心？是大放厥词啊，还是说到事情根本？不用想，我也知道，你教导彩妮的无非就是那套不择一切手段复国的想法。但在现在百姓的眼中，你们就是反贼，祸乱天下，见什么人当什么义。仁者爱人，义者利他。如今天下百姓苦者众矣，我得自当挺身而出，岂有袖手旁观之理？口口声声说与百花情根深重，他若没有这般的样貌，你还会多看他一眼吗？心口不一的伪君子，今夜就将你斩杀，以正我爱徒道心。师傅，师傅，放肆，还不让开！师傅，求求你，别杀周远！愚蠢！只是为了你，为了大业。他是锦衣卫，现在又知晓了你的身份，若不除他，后患无穷。自欺欺人，你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。若这大晋真如你口中说的不堪，百姓早就反了，何时轮到你们？一个黄口小儿懂什么？你以为巧言善辩就能改变百花的命运吗？要怨就怨你们生错了时代。彩妮，对呀，纯阳无极宫，你是素有子的弟子。芳儿啊，这么晚了，把大家都叫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别，我要告发啊！咱们老赵家的赘婿周元，他去青楼啊！
他不光去青楼，他和那花魁去2楼呢还。老夫本想在言号上算计你，没想到你自己把机会送来。不可能，周大哥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哎呦呵，那你的意思，这我们在场之人都看错了？父亲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是啊，周元虽说年少气盛，做事不拘一格，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还是拎得清的。二叔，我赵百川是那撒谎的人吗？啊，这样，你们若是不信，现在就派人去那百凤楼啊，就去2楼抓他，他肯定在那。家主，如果这事情是真的话，我提议监家休掉他，让周元逐出家门。署长，弟弟，我们赵家疏礼传家，如今快成为京城茶余饭后的笑谈，你还要保护你的女婿多久啊？来人，去把那小子在百凤楼给我带回来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叶大人，怎么着？虽然你是陛下的护卫，锦衣卫百户，这是我们赵家的家事，你来作甚啊？周元此次前往百凤楼，实为办案，此事牵扯前朝余孽，你们若是敢轻举妄动，打草惊蛇，后果担当得起吗？你胡说八道那是啊，那是青楼啊，那怎么会有前朝余孽呢？你就算是想包庇周元，你也得找个合适的理由吧。哎呀，你身为锦衣卫，可知谎报军情、欺瞒官员是何罪行？话已带到，你们若是不信，亲自去查。不过你们要好好想想，是否担当得起陛下的雷霆震怒。家主，老爷，小姐，姑爷受伤了。家主，老爷，小姐，姑爷受伤了。啊？他伤得严重吗？流了好多血。去看看。爷爷啊，看见了吧？啊，一点家教都没有啊！和您招呼都不打就走了。心系夫君，情有可原啊。既然有叶百户作证，那周元去青楼这事儿就作罢了啊。啊，玲儿啊，玲儿，你让小胖子给周元找一大夫。家主，那是他女婿。那行，那你找一个大夫啊，调整身体。过2天户部放盐的日子，不能耽误了啊。行了，这么大晚上让人睡觉，散了。赵大人，此事真就算了。小侯爷，时辰不早了，还是早点歇着吧。住嘴！事情不搞清楚就大动干戈，平日我是怎么教你的？还有，再让我知道举光青楼，我就把你的腿打碎。周大哥，你快醒醒啊！你可别吓唬宁月。周元是为了救你才受的伤。是，周元刚到京都不到3天的时间，他为了救你受了2次的伤。百花仙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也不想的。我知道你对他心有爱慕，可是你的身份留在他身边只会害了他。若你当真爱他，你就应该离他远远的，永不来往。元儿怎么样了？周元，周大哥，周元，元儿你撑住啊，大夫马上就到。究竟是谁杀了他？我师父无声老母。这个老妖妇为什么还不死？叶大人，现在最要紧的是周元的身体，他情况到底如何？很严重，无声老母用内力震断了他的经脉，导致内力失衡，阳气乱窜，并非寻常大夫以药石所能医治的。那怎么办啊？
叶大人，你尽管说，不管花多少银子，都无所谓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我师父倒是可以救他，但师父远在云州，路途太远，周元扛不住的。我想想，眼下只有我用内力重接周元的经脉，再以女子的处子之身，将他体内的阳气疏导出来。那蒹葭，你他不行，纯阳无极功，至阳至刚，没有习过武的人承受不住的。如此看来，此事就只有我可以。你在云州城是青楼的花魁，竟也还是处子之身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此举一旦行动了，若以阳气入体，走火入魔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不堪设想啊！为了周元，我就算是死，又何妨？有情至此，也不枉费周元捣毁整个无声教，并向陛下为你求书了赦免诏书。蒹葭，你愿意吗？蒹葭姐姐，好，周元就拜托你了。难为你了，娘，我没事儿，我只要周元能行。那周大哥就拜托你们了。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就交给你了。如途经过万年的雪落，他也一颗双眸光成河。说来仿若前尘曾爱过。你，我不是被无声老母打伤了吗？这是周郎，你觉得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我们昨晚你被我师父打伤，叶青樱帮你修补经脉，我帮你宣泄纯阳真气。彩妮，辛苦你了。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样，不如你就留在我身边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陛下，让他赐下赦免你的诏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陛下，让他赐下赦免你的诏书。谢谢你，周郎。哎，这他妈不是赵家吗？那蒹葭他们啊，蒹葭他说了，等你恢复好了再说其他的事情。哎，彩妮，你看现在天色还早，
要不我们你现在才刚恢复，而且蒹葭他们就在门外呢。周元，你好了吗？你身体怎么样啊？蒹葭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就好。蒹葭，怎么了？彩妮她为了救我，把一切都给我了，而且现在她也回不去了，所以必须要把她留在身边。啊，我知道，这样对你很不公平。如果你心有芥蒂的话，不如趁着我们还没有夫妻之实，合理吧？媛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周大哥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周远，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么一个心肠狭隘的人吗？周远，你先起来。你先起来，扶他起来。周大哥，你先起来。昨天晚上，当白花不顾他走火入谋的风险，都要救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对你的爱不比我跟宁月的少。你真的愿意接受我留在周郎身边吗？事已至此，我还能有其他选择吗？你做了我连身为妻子都做不到的事情，我还有什么资格嫌弃你呢？若我执意拆散你们，传出去，外人还会以为我赵家有多么的不知礼数。蒹葭，那只有委屈你了啊！不委屈，你还没问宁月的意见呢。啊，我怎么都行，只要周大哥高兴，蒹葭姐姐满意，那咱们几个一起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宁月，你放心，你周大哥从今往后一定雨露均沾，绝不会厚此薄彼啊！周大哥，那你吃得消吗？哎呀，你周大哥天赋异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不信呢，你问问彩妮。确实天赋异禀。好啦，媛儿，昨日家主交代了，让你身子好了以后，赶紧到延浩去。那这个令牌是你岳父给你的。现在你虽然身为锦衣卫，但是一定要做好家主交代的事情。入了族谱，你才是真正的赵家人。还有，你们这闺房中的事就不要乱说了，私底下说着，当着外人的面呢。我先去休息。这哪有外人啊？这是吧？小媛，我跟你去。哦，我也去。我也去。哎呀，你就别跟着去了。子渊呢？从今往后你就不用跟着姑爷了，去坐守那个墨韵斋。你也知道，这是姑爷的钱袋子。嗯，好，我肯定用心看管。
师姐，你先回锦衣卫，把我那帮兄弟们都叫上，然后把他们在赵家银号集合。你想做什么？哎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家主的意思我已经告诉你，你也该知道延浩的重要性。这么些年，你倒腾了多少银子，我从来没有管过。但千万不要把银浩给弄丢了。就你倒腾的那些银子，足够要了你们家老小的命。老爷放心，我们都是您的麾下。周渊不过是赵家赘婿，他还想登堂入室，痴人说梦罢了。你自己也要心里有数。老爷慢走。掌柜的，这可是家主的意思，咱们真要听老爷的。不然你想要怎么做？这是家族之争，岂是你我这种下人可以参言的吗？你信不信？刚才倘若我要拒绝半句，早就已经有新人站在这替代你我了。哎，掌柜的，家族的马车来了。就是我不在，就是我不在。各位客官想要买些什么盐啊？奉家主之命，接管延浩。原来是新上任的东家呀！小人呢是这家延浩的小二，东家有什么吩咐，尽管吩咐我。你们掌柜的呢？家主您真是来得不巧，这不近日户部发放新的盐票，我家掌柜的呀就去打听各大盐户的差价去了。什么？这小子想躲着我呀？啊！我看看他能躲多久。千真万确，不如东家明日再来。动员。师姐，哎，来的正好。彪子，让人把延浩所有的人都给我赶出去。东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嘛，你们不走，我的人怎么进来啊？啊，理解理解。彪子。真的，大人，我们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的这个？怎么了？啊？我不是赵家人啊！啊？我不是赵家的人啊！天塌下来我顶着，动手！啊！这，嘿，你放开我！快来！告诉你啊，这些可都是锦衣卫，你要敢还手的话，怎么着？反抗者以下犯上，关进锦衣卫大牢。东家。好大的威风啊！来，采妮。东家，这些可都是盐号内的老人。所谓打狗也得看主人，你如此行事，就不怕得罪大老爷吗？哎呀，这赵家的盐号是大啊！族内规矩森严。你就不怕落到个得罪尊长的罪名吗？嗯？啊？怎么？跟我讲规矩是吧？刚刚小二可说你不在呀？怎么着？看着我的锦衣卫来了，自己走出来了，是欺上瞒下呀，还是以下犯上啊？有这种事儿吗？行啊。还想用赵礼来压我？可以啊，你现在就可以把赵礼给我叫过来。好，东家既然不听劝，咱们走便是了。不过日后，东家，你千万别求我们回来。什么破茶？滚！走。哼！不生气啊，咱们不生气。哎，不生气。周阳，嗯，严这门关系复杂，眼下无人可用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
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是啊，周郎，我师尊当年可是花了7、8年的时间才入的行。哎呀，残念，谁说管严浩非要入行？彪子在，你马上派人接管严浩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进来。如果事情办得好，我每人再发1000两。多谢大人。师姐，你随我进宫面见陛下。周郎，那我呢？残妮啊，你现在身份特殊，就委屈你了，要不先留在严浩？可人家舍不得。我进宫而已，马上回来。走了。好。走了。等等我，你哎呀。那我去里面收拾一下。诸位，今日便是户部卖盐票的日子，切莫忘了我等之前的约定。放心，我们这些人哪个挣的不是辛苦钱？这次户部若不降价，我等都不要了。说的没错，那些个当官的吃拿卡要，胃口是越来越大。今日我等就让他们知道，若是没有我们这些人卖命，那些个官爷就没有舒坦日子过。早就听闻江南李家出了个麒麟儿，19岁便中进士，辞官不仕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严重了，在下也并非有意辞官，只是当初参考之时户籍出了些问题，与其被人查出来满门抄斩，不如我自己先让路。反正我已经证明了自己有举人之才。像李公子这等才华横溢之人都报国无门，可见士农工商害人不浅。这世道不该如此啊！诸位都是户部的老熟人了，本官也就不绕弯子耽搁诸位的时间了。今年户部欲卖出200万担盐，照往常一样，盐票5两1份。大人，你也知道，近来我朝旱涝频发，就遇到云州惊变，我们现在手中银两实在是不够啊，可否降价呀？此事乃户部协商，陛下钦定，岂能更改？大人，陛下也知道，若是我等不买，这户部的盐票今年可就搁浅了。不是我等有意作对，实在是囊中羞涩呀。确实没钱呢，大人。一群老狐狸，你们哪年少挣来，在我面前装没钱？咦，你看我做甚？你是户部左侍郎，我只是来旁听的。 5两1份是底价，本官深知民生多艰，但朝廷也不容易啊。既然都不容易，不如大人行个方便，不然的话，我等就只能告辞了。若降价，本官如何向陛下交代？不好交代，总比没法交代强。这国库可还等你银子呢。 哎呀，岳父大人，今年户部卖出的盐票，他们不要，我全要了。今年户部卖出的盐票，他们不要，我全要了。这小子想帮我撑场面，口气未免也太大了。哪里来的小子，口出狂言！我去买下所有盐票，也不怕撑死你。元儿，莫要胡闹。 哎，岳丈大人，这盐票他们不买，落在户部的仓库里也得落灰，对吧？我买了，您得高兴才是啊。 200万担需要1000万两银票，你拿得出来吗？不就是钱吗？啊！1000万两银票在此。 燕儿，
这钱，燕儿，这钱岳父放心，好道来的啊。这户部卖盐我出钱买啊，我只问这钱够不够？自然是太够了，太够了！元儿，你真是帮本官大忙了。来人，登记造册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把所有的盐票全买了，那咱们怎么办？是啊，您得给我们个说法呀！慌什么？我就不信周元那小子能吃下这么多盐票。户部今年没票了，难道明年就不卖盐票了？如果明年的他也都买了呢？赵大人是他岳父，而赵家也是最大的盐商，我们和他竞争没有优势啊！咱们还有其他兄弟等着盐票吃饭呢，那些个亡命徒没钱，到时候别说咱们过好日子了，那命能不能保住，这还难说呢。一群墙头草，若不是留你们还有用，定取你们性命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去找那个小子去啊！走走走！师姐，周元，如何？幸不如命，200万份盐票皆在此。账查得如何？赵家盐户的人好大的胆子，从账面上来看，他们合情合理的卖了70万两子。70万两，这么多？这还算少了，盐这一行3来8厘。这一次，我让他们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盐票已经到手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简单，彪子将盐票的情况标注在这张地图上。是。周兄，哈哈，周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原来是李公子，不知李兄前来所为何事啊？周兄身为赵家贵人，如今又接管着盐号，想必知晓些我李家的生计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我想从周兄这儿买些盐票。这就开始上钩了。周兄，200万份盐票不是一个人能吃得下的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忙活。一份6两银子如何？6两。哎呀，这价格倒是不错。我做生意向来公道。不过再等等。等什么？周公子，周公子生意兴隆啊！哎，周公子在下是江南盐商，先前在户部不好说话，此次前来，想在周公子手中讨口饭吃。是的，是的。啊，停！诸位，周某自然是知晓诸位的来意，不过想要我手中的盐票，还得满足我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8到4两一份儿。 8两已经是我们给那些贱民卖出去的价格了。周公子开口就是8两，那我们挣什么？是啊，周公子，你得给我们点活路是吧？周元，胃口未免也太大。赵家虽然是最大的盐商，可若没有我们这些人，盐票只会烂在手里。识相的按规矩卖出去，否则什么？哎，盐票就在那儿，你想抢啊？彪子，到！我告诉你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不买就赶紧给我滚啊！怎么着，还想留着吃饭啊？你什么你？告诉你，都给我搞清楚状况啊！我赵家现在有的是钱，从今年开始往后每年的盐票，我周元全要了。如果你们还想吃这碗饭的话，就都得听我的。这，周兄，你这未免有些太强人所难了吧？想要一家独大，朝廷也不允许啊！哎呀，所以说还是李公子有高见啊！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，咱们还得和气生财。此话怎讲？李公子，请看。敢问李兄，
倘若你要买10万份到达陇西的银票，之前是如何操作的？陇西距京都1000里，沿途还有3个州郡。若想买10万担，必须要买下沿途3个州郡同等数量的盐票，再加上偏远地区的。就算是我李家，也要与人凑钱买，押送人吃马喂的，赚不了多少银子。那倘若我能卖你直达陇西的银票呢？当真？李兄想要多少？5万担。彪子在，给李公子点5万担，直达陇西的银票。得了，让。直达陇西，且没有任何绑定。就算你卖8两银子，你李家也有的赚啊。没错，但这些真给我了。想什么呢？周兄耍我，你得拿钱呢。你，哎，这，那是自然。银票在此，周兄点点。来，李兄，多谢。没错吧？没错啊。哎，周公子，跟我那个京都到云城的。对，我从京都到那个祁县的。诸位，诸位稍安勿躁。这买盐票的事儿，咱们一会儿再聊。我知道你们手中呢有很多这种到达偏远地区，对于你们来讲利润极低、不便处理的银票。如果诸位真想和气生财呢，不妨听我一言。周兄，请讲。诸位，请看这地图啊。这每个地区的盐票价格差异巨大，你们手中这些不便处理的盐票，与其烂在手里，不如都放在我这儿，我来帮你们拆开来卖。放心，我只抽取1成的利润。你这是要破坏朝廷的规矩？难道你想掌控联行？这1成看似不多，而且我们也不用费心劳力，我们似乎也不掐姑娘。飞爷。既然那些偏远地区的盐票我们都不要，那其他人也不是傻子呀。还是李公子目光毒辣，一针见血。敢问李兄啊，这天下有多少大盐商，又有多少小盐商？大盐商凤毛麟角，小盐商如河底银沙。众所周知啊，这些小盐商呢，只能从咱们大盐商手中购买盐票，但是倘若我将其拆开来卖，他们只购买自己能够消耗的那一部分，哪怕地区再偏，只要能够赚钱，自然有人会干。有道理。这诸位的生意有多少是见得光的，相信你们比谁都清楚。我周原来为你们提供这交易的场地，你们能够按照朝廷的法度来赚钱，何乐而不为啊？你们能够按照朝廷的法度来赚钱，何乐而不为啊？何乐而不为啊？何乐而不为呢？何乐而不为？周兄，可这1成的利润，你有何可赚呀？自然不会如此简单。李兄，请坐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倘若李公子放我这儿寄存了1万份的银票，为了确保他不会中途反悔，所以我们会签订一份契约，1式2份，当然还需要1万两银子的保证金。等交易结束，钱货两清，1万两银子如数奉还。1份银票1两银子，事后退还，没什么问题啊。诸位都是聪明人，还怕我算计你们不成？那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呢？但凡出了意外，我周元以10倍的保证金退还。但是，倘若有人中途退出的话，这保证金我们可就不退了。这听起来对我们着实不错呀。既然如此，我先给大家打个样。周兄，我这儿有3万份送往边塞的盐票，就全都存放在周兄这里了。多谢李兄捧场。哎，周公子，我这有，咱们聊一聊。先生，我这先生，对，咱们好好聊聊，好不好？好好聊聊，好聊聊。我这，先生，我这，好啊！排队啊，排队！别来啊！有素质啊，有素质啊！我这里，好，行。哎呀，对了，如今谋划已成。你们一定要派人盯紧盐号啊！只要咱们京都的盐号不出事儿，
就可以在全国的郡县开设分部。回头我会亲自去盯着，只是我还是没想明白，这1成利润到底有何可争？你可别忘了，在陛下面前夸下的海口。他们当然不懂啊，这可是金融平台呀，大哥，这是多少人多少年才总结出来的经商经验。周郎，你就和我们说说嘛。行吧，那我就给你们讲讲。咱们呢虽然利润有限，但是只要一开始收押金，咱们算一笔押金是1万两，只要从收钱的那一刻开始，这个收入和退返就形成了一个循环。你要的是现银。想不到师姐在经商方面居然长脑子了。也许世人多少年以后才会明白，不管你身份有多高，权力有多大，只有手头的现银才是最重要的。可若是无生意可做了呢？那简单啊，直接请陛下下旨查封咱们的银号，然后银子全部充公就好了。还能这么干？这个叫平台倒闭。反正呢，银子都进了陛下的内库，到时候他不帮咱，谁帮咱？周元，不是，怎么都待在门口啊？屋里闹鬼了？要是真闹鬼就好了。周大哥，这赵家大房在里边等着呢。周元，大伯说他在里边等你。一个人来的？周郎，我陪你进去。不用，你要跟我进去啊，倒显得我怕了他。我倒要看看找我干什么。你先生，快，来，我给你带个好茶。今儿来我家，就是为了请我喝茶。哟，这贤侄真是快言快语，那我也就不啰嗦了。咱俩和解如何呀？只要你不进赵家的门，朝中3品以下的官儿随便整。哎呀，伯父这出手还真阔绰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当时在户部的时候，这青竹进来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你背后站的那个人是谁。听伯父一句劝，这伴君如伴虎。这朝堂上就像蛊虫的罐子，今日你是蛊王，不代表你永远是蛊王。等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年轻真好。时光如落花流水，光阴如快马加鞭。与其在勾心斗角中度过，不如趁早痛快享受人生。那伯父为什么自己还留在京都？这人呐，一生一定要有所求。但是你对赵家不了解，虽说是数百年的世家，但是是风风雨雨的数百年。如果当时没我父亲，哪有赵家今时今日的地位？哎呦，喝水了，哎，好茶。我父亲去世时，我在塞边督军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这赵阁老已经稳坐家主之位，对我们这一支一直是打压呀。本来我应该是家主之位，被他们爷俩给抢去了。你说我应不应该夺回来？看来岳父对我隐瞒了不少事儿啊。那这世家之争不向来如此吗？我虽然不知道其中是非，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：这天底下哪有什么对错呀？无非就是谁强谁弱而已。贤侄，你说的太对了。这蒹葭呀，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不希望上一代的恩仇延续在你们的身上。经伯父一句劝，只要你离开京都，锦衣玉食、荣华富贵，我都包你。
只要你离开京都，锦衣玉食、荣华富贵，我都包。哎呀，但是这爷俩，哼，真是假仁假义。是假仁假义呀，还是真心实意？伯父我分得清楚。多谢伯父美意。其实啊，我入不入赵家无所谓，你放心，我也不会挡你的路。你进赵家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挡我路。我说的还不明白吗？如果你连人话都听不懂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是吗？那咱们手底下见真章，请问？各位都是身份显赫之人，在盐这方面经营多年的老人了。今日请各位前来，就是想问问，你们真想让周元这小子骑在头上？势比人强啊！周元背靠赵家，拿捏盐票命脉，他若是翻脸，未必我们能得到多大的好处吧？如今他拿出盐票，还让咱们手中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能正大光明的卖出去，和气生财，何乐而不为啊？是啊。各位怕是忘了之前与老生的约定。老夫人的势力我们自然是认可的，但是我听闻了很多事情。今天站在周元身旁的乃是你的弟子，你不是因为此事心生不悦吧？不能因为你的一时不悦耽误大家挣银子不是？对了，我家里还有要事，我就先告辞了啊！告辞，告辞。一群废物！不能因为你的一时不悦耽误大家挣银子不是？对了，我家里还有要事，我就先告辞了啊！告辞，告辞。一群废物！老夫人何必动怒啊？商人嘛，逐利乃是常态。赵掌柜说的轻巧，不对呀。如今周元接管赵家盐号，春风得意，你不赶紧回去伺候新主子，留在此处作甚？在下的主子永远都只有一个。老夫人若是想除掉周元，在下倒是有一计。你连盐号都守不住，还想对付周元？我一个人的确势单力薄，但老夫人若是愿意联手的话，那就不同了。说来听听。敢问老夫人，周元所做之事，其根本为何呀？那自然是靠了赵家的声望。非也，在于另辟蹊径，将盐票拆开来卖。此等事情难道我们没想过吗？只是我们想做而不敢做。你的意思是周元背后另有他人？莫非是赵家阁老？他背后是谁并不重要，此等方法虽然胆大，但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。他不是说盐票可以寄卖吗？只要我们将今明2年的一大笔盐票存到盐号中，然后转手再找人全部买完，然后再当众上演寄存方反悔拿回盐票的戏码，周元能拿得出来吗？必定是拿不出来。只要他在这行里失了信用，便没有人再同他做生意，他背后之人必定会放弃他。中途反悔，可是会亏了保证金。保证金多少银子？老夫人，钓鱼是要啃下饵料的。你真有如此妙计，何必来找我？奈何我虽有银子，却无盐票，所以才同老夫人讲，可以联手。多少盐票合适？越多越好。老身手中有80万份盐票，每份5两，
你能出得了银子吗？银子的事情不劳你操心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你去存盐票，我去弄银子。这次一定要让周元身败名裂。哎呦，这没办好我交代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跑呢？行了，知道，若是跑了，就有活路。这怎么？你回来就有活路了？小的已经想到了对付周元的办法。哎呦，你真是欠揍！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放下，放，行。你他娘的，弄丢了银号，还管我要500万两！来，把他胆子给我摘进来，我看他有多大！别，老爷，饶命！别，老爷，此事虽有风险，但一定能搞垮周元。你到时候还可以趁机将周元踢出赵家。周元，这次你死定了！这500万两可不是小数，事要办砸了呢。奴才的身家性命，任凭老爷处置。只要谋划成功，不仅银子、盐号也能再回到您的手中，您可以把他踢出赵家。行，我亲自带你去拿银子。谢老爷。周郎，你写的字可真漂亮。谭妮，你默默的也好。这位师姐啊，你不要帮倒忙好不好？我也想搭把手嘛。哎呀，你赶紧边上歇着吧啊！哎呀，你赶紧边上歇着吧啊！还记得当年那首《满庭芳》吗？你们锦衣卫的人每日都是如此清闲吗？哎，回大人，我们都是周百户的麾下。那叶千户带人进来到城南查案啊，我们就只需要在周百户身边随时提供筛选就行了。这就是我们使命，怎么就清闲了就？你等会儿，叶千户他自己去查案了。莫不是叶大人收到了陛下的暗示，自己去触碰某些大人物的眉头了？说话呀！啊，忘了说话。叶嫂不要吵这。从前竟不知你如此会伺候人呐！师尊，莫要叫师尊，老身可收不得你这等的徒弟。老太婆，不是你仨人也不看看地方？彪子，等！这老娘们要是再敢口出狂言，就叫兄弟们给我打出去！是。也罢，就先让这小子猖狂些，等事后再取他性命。且慢，老身今日前来是要与你做生意。的。我跟你有什么生意好做的？先前你说和气生财，老身手中有今明2年的盐票，想要寄存在你这儿，不知可否啊？难道无声教如今已经要靠变卖盐票过活了吗？这么多的盐票啊，那即使是放在我这儿，一时半会儿也卖不出去啊。无妨，但是盐票放在我这儿，需要保证金的。80万份盐票，保证金80万两，早已准备好。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？你打开门做生意，来者皆是客，不会不做老朽的生意吧？怎么会呢？彪子，带人进去登记入库，给他准备契约。你俩跟我来，走。
周元，你还是太嫩了。总感觉这个老妖婆没安什么好心呐。总感觉这个老妖婆没安什么好心呐。白纸黑字，钱货两清，有什么不对的？哪怕他中途反悔，只要盐票没问题，等咱们退了货，还有的赚呢。不管怎么样，先把银子送给陛下吧。庆祝，随我进宫。彩妮啊，我先进宫，你随师姐就留在店里啊，照顾好自己。这位师姐，请你不要总帮倒忙，好不好？啊，走吧。你住这儿。师姐，我先去仓库看着他们把盐票入库。去吧。我也可以磨磨。哎呀，磨的也很好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彪子出马，一个顶俩，拿下。敢问周公子在吗？我在即可，你来作甚？这里不欢迎你，出去吧。叶大人，先前周公子将我等赶走，毕竟我等也要吃饭。好说歹说，在主子面前求来些银子，想买些盐票，另开一家盐号户口。你们打算买多少？500万两银子的盐票，最好是今明2年的。这么咱们正好有80万这个盐票嘛，就正好卖给他。用说啊，我不知道啊。这上百万两的生意，岂是你我2人能说了算的？这周公子去皇宫不知道多久能回来，你万一他去别人家怎么办呢？而且再说，这说到底他就是周家的生意。莫非没有？嗨，我看你们呢也挺不容易的。今天我就替周元做主了。不过呢，现在只有今明2年的400万两的盐票，这另外的100万两就得等今年户部新发来的银票来抵。多谢叶大人。多谢叶大人。哎呀，小心手啊！叶大人，盐票。阿彪。小王，哎，我来拿。谢叶大人，小的就先告辞。不送。哎呦我去，真是500万银票。眼红也不是你的，把银票收好。我也没说不是，看看都不行，看看都不行。这下周元总不能说我帮倒忙了吧？嬷嬷。老爷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绝无差错。奴才这就去联系各大盐商，当众让周元颜面扫地。我们去晋王府走一趟。请王爷啊，明日去盐号看看热闹。总要有个见证嘛。老爷说的是。走。你就说这一趟下来，卢老板你得赚多少钱？金王大，常老板也得发财。哎呀，参见晋王。这什么风啊，把几位都吹来了。本王去哪里还用得着向你汇报？贤侄，王爷听说你的盐号生意火爆，
特意来捧捧场。当真？当然。你看看其他人的反应。你看，周云不仅是赵府的贵客，而且还和王爷有关系。难怪他做了我们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。看来跟他合作是我们最正确的选择。是啊是啊，没想到我们有生之年还有这机会，光明正大的做着私盐的生意呀。本王在哪里，哪里就有气势。不过今日不必谢。我啥时候谢谢你了？这怎么耳朵还不好使了呢？大胆，竟敢对王爷无礼！穷乡僻壤出来的小子，还指望他懂什么礼数啊？王爷别忘了，这穷乡僻壤的云州可是您的封地啊！罢了，本王今日来不是与你吵闹的，自便。自便。哎，这边请。王爷，周无缘，这次你死定了！周无缘，这次你死定了！你瞅你爹干啥？周元何在？什么情况？今天啊，这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，今儿不打折呀？废话少说，先前老身寄存在你这儿的盐票还给老身。李司马，哎，还你什么？哎，咱们契约上可写的清清楚楚啊！如果违约，这保证金可没有了啊！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契约上写的可是寄存，既然是存，我想取就取。那你昨日来存，今日便取，耍我？你这契约上可没有规定具体时间，你如此推诿，莫非那批盐票不在了？哼，一派胡言！我周元做生意讲究的就是诚信。当真要取？取。好，感谢无声老板送来的80万保证金。高彪，拿契约。彪子，你愣着干什么？我拿。周元，那盐票被我卖了。啊？卖了？那是老身的盐票，只是寄存在你这儿，你们凭什么卖了？各位，听见了吧？今日他们能把寄存的盐票卖了，往后便能在生意上作假。如此胆大妄为之人，缺少信用。你们还敢相信吗？周公子，这件事你做的可是不地道啊！是啊，做生意嘛，讲的是诚信。你现在如此行事，让我们怎么跟你合作呀？是啊，周公子，这个做生意最忌讳的就是言不守信。你不应该做出这种事情啊！你是要在这边挑拨是非，分明就是你买走的。是我买走又如何？敢问，我是缺少你银两了，还是逼你们卖的？分明就是你们唯利是图，见钱眼开。周元，对不起啊，我给你帮倒忙。你错了没有？错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师姐，放心，有我呢。放心，有我呢。原来你们两个掺和到一块儿去了。周元，商场如战场，少不了尔虞我诈。怪就怪你太嫩了。师尊，你为何要如此算计周郎？住口！你竟为了儿女私情，置我们多年苦心经营于不顾。今日我便要与你恩断义绝，来日相见，定分生死。师尊，姑娘记住，我已不再是你师尊了。没事儿，你们无非就是吃定我今天拿不出盐票是吧？若有，你便拿出来。老身拿了盐票，立刻就走，绝不久留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青竹，取盐票。青竹，取盐票。真有？
你那80万份盐票是今明2年的，都在这儿了。不可能，今年的盐票早已被各方势力买走，即便他们存放在你这里，不可能这么多，你不可能有。假的，你这盐票定是假的。诸位可都是跟盐打了半辈子的交道，这盐票上有户部独特的印章，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看80万两盐票，这周玉是怎么拿出来的？赵家掌控户部多年，会不会是户部特批给他的？不可能，就算是户部私自给出如此众多的盐票，所有官员都得人头落地。这周公子靠山通天呐！更要命的是，如果这些盐票都是真的，岂不是说明周云手里还有其他年份的盐票？这盐票是真是假？去你娘真的！哎，要打出去打去啊！怎么样？拿着你的盐票，赶紧滚蛋！再次感谢吴生老板送出来的80万两保证金，谢谢老板。是老身低估你了。今日闹出这一幕啊，要不了多久，行业里的人都会知道你算计他人之事。这些盐票就等着烂手了。没了信誉还想成大事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，找死！找死！上啊！我这上啊！我这还猛！数10年的经营，竟输在一个情字上，我不甘心！我不甘心！高彪，将其带回锦衣卫。赵玉，来人，拿下！伯父，你输了。伯父，你输了。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们，经此一事，所有的盐商都会明白，他们要买的盐票我这里都有，而且数目大的难以想象。与其想把我手中的盐票散出，不如把它们放到我这儿来寄卖，这私盐还能变成官盐，而且百姓也不会因为你们食用毒盐。你。是出好戏，废物！王爷，这就是你的谋划啊！早就算好会有这一天了吧？做生意嘛，总得早有准备。伯父，这花了几百万两，家族如此大的亏空，这家主之位恐怕你是当不上了。对了，勾结无声教乃是大罪，趁着陛下还没发现，赶紧离开京都吧。我和他父子俩斗了半辈子，没想到我会输在你的手里。时间如落花流水，
光阴如白驹过隙，趁着还有命，好好享受享受。今日你除掉了我，谁能保证日后你就不是跟我一个下场呢？今日你除掉了我，谁能保证日后你就不是跟我一个下场呢？能不能说话就说话，离我这么近干嘛？用着你操心。哎呀，你有你要争的，我也有我想要的，道不相为。来人，拖下去。周郎，能不能看在你我的情分上，吩咐锦衣卫他们，能让他少受重刑？放心吧，彩妮啊，锦衣卫这不跟咱家似的吗？咱家有人啊，是吧，师姐？哎呀，师姐，我知道你对我……放心吧，我会酌情处理的。谢谢。哎，周远，今天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啊，今天，周郎，这些银票到底从何而来啊？周远，这不会是你岳丈从户部私自给你调出来的吧？哎，你不许乱说啊！我可是本本分分的生意人，怎么会干这种违法乱纪的事儿？那天你不是随我一起进宫了吗？啊，我跟你细细道来。大师姐，参见陛下，大胆，面圣竟敢不跪！他见朕何时跪过？陛下，若人人都效仿他，您的威严何在？只要海晏能和亲，朕又何须在意此等虚礼？说吧，见朕所谓何事？哎呀，师姐，师弟只是想请你帮我个忙而已。今日啊，我大闹赵家严号，把赵家大房那帮人啊全赶出去了。你想让朕给你兜底？其实我是想与师姐做一笔交易。你可知那日在墨韵斋之内，你所求之事花费了朕多少银子，还敢与朕提交易？师姐，你说你都是皇上了，对吧？那皇上哪会缺钱？当然，天下钱财60%皆入你赵家为首的世家，2成入国库，地方官员和百姓各占1分，能入朕内库的又能有多少？师姐若是答应与我交易，我敢保证，这天下钱财啊，您能独占5成。你可知欺君之罪？自然知晓。说来听听。这天下钱财若赚甚者，无非金银铜铁盐和香料，而盐一道已经被各大势力渗透成筛子了，所以朝廷只能卖多年以后的盐票来苦苦支撑。然而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。倘若有一天这各大盐商手里盐票甚多，便会开始抵制，届时户部的盐票也就卖不出去了，甚至会引起天下纠纷。这一点朕自然知晓。户部积病多年，别有谁能改变？当然是你师弟我呀。周远，不可胡言。师姐，您既然经营画本的生意，那这麾下肯定也有其他买卖吧？啊，这户部既然卖盐，那您手中肯定也有那些闲置的，并且没有登记在册的盐票吧？你想掏朕的老底？没有，师弟我就是想帮大师姐赚点钱而已。放肆！陛下面前也敢故弄玄虚，还不细细说来？师姐，我想买断户部今年的所有盐票。周远，你疯了！我看你就是想帮赵家囤积更多的盐票。不是你们两个不懂，能不能别插嘴？是。师
师姐，是这样的，您可知朝廷的盐票已经卖到哪一年了？10余年后。那天下各大盐商为何还要继续卖？你想考校正？不敢。这一点朕自然知晓。没有户部的盐票，他们手中的私盐就见不得光，卖不出去。没错，这盐商们想要掺杂私盐售卖，手中就必须要有户部的盐票。但是这旧年的盐票可买不了来年的新盐啊，所以。若是那一年的盐票断了，他们手中已有的就变成了废纸一张。你想斩断他们的后路，趁机抬价？如今的局势啊，是户部需要各大盐商，可各大盐商的后路一旦断了，这局势便会发生瞬间的反转。至于抬价嘛，师姐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这天下的恶商把控太多原本属于百姓的银钱，这一次，我不仅要他们手里的钱，我还要他们手中的盐，让盐能够真正进入到千家万户，而百姓也不用再食毒盐。初心是好，所谋甚伟，可你知道这需要花费多少银子？师姐。以1000万两白银为杠杆，撬动天下5成财富，这买卖不亏呀！你有多少成把握？按照如今户部和赵家的情况，最少8成。如何行事？这隔墙有耳啊！这无妨，都是自己人。哎呀，师姐，你就别管我怎么办了啊！暂时保密，我就问你，你信不信我？朕如何信你？这样，你可以派人监视我，如果我行不轨之事，我任凭处置。当然，事成之后，这账目也可以由您派人来接管。有所谋，就有所图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有所谋，就有所图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完。大儿姐，其实师弟我吧，与前朝的百花公主早就情根深重了，所以我想请大师姐下一份赦免她的诏书。朕只听闻，有人为博得美人一笑，豪掷千金，而你周原竟然用天下一半的钱财，只为换得他的诏书。好大的魄力呀！哎呀，大师姐！哎呀，大师姐，你就答应我吧，大师姐，大师姐。朕不吃你这套，只要钱财到手，一纸诏书，又有何难？多谢多谢。周原，朕此次可是赌上了全部的身家，青竹，你跟着他，朕不允许有任何的失败。哦，难怪那日你会问陛下要了剩下的盐票，原来你早就算到会有今日啊！周郎，妾身何德何能，能让你对我如此费尽劳神了？残念，你为了我抛弃了一切。倘若我不能让你光明正大的陪在我身边，我又怎么能对得起你？周郎，残念。我朝盐道积弊多年，不想被你一日破解。如此算计，我夸你一句惊为天人也不为过啊，周原。这位师姐，你不要帮倒忙好不好？要不是这个年代做平台太吃力，我能挣得更多。残念。周郎，你可真厉害。我厉不厉害，你不知道啊？讨厌。晚上再教训。哦，对了，现在啊，陪我出去一起办个事儿啊。
这位师姐，麻烦你搬上银子啊，进宫一趟。走。你们想不到数日之内，便把朕给的成本全都赚回来了。哎呀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大师姐！今日之后啊，你可以在各个州郡开设类似于赵家盐号的分号，以保证金为名义收进现银，然后再将自己的盐票卖出，拢尽天下之财。朕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但是此刻给不了你。师姐，这君无戏言啊！你耍赖不成？你可知道想要朕赦免百花的最大难点在何处？就是他身份嘛。这只是其中之一。你以盐道设局，为朕收拢天下5成钱财，足以令世人乐道。然朝中之事，并非钱财所能堵住百官之口，莫要忘了晋王。师姐的意思是，晋王若是知道此事，会联合百官施压。朕虽是皇帝，然以女子之身君临天下，潮州官员虽未明言相对，但却内心芥蒂者不少。晋王是朕的王叔，在朝根基深厚，若不然，他怎会有恃无恐地从云州回到了京都？除非你能抓住他的把柄，令其自己住口，不然此事难成。我还得抓住他把柄，让他自己住口。不是你这不为难我吗，大师姐？不是你这不为难我吗，大师姐？周元，只要能在你身边，我不在乎是何身份。不行，大师姐不行。办法倒是有，而且朕早就派人暗示过你。此事朕帮不了你，晋王是朕的王叔，若贸然对其动手，恐怕会落下个残带亲族的口实。暗示过我了，要不大师姐，你再暗示我一遍。自己滚下去想，而且别忘了你锦衣卫的身份，莫要玩忽职守。不是，我给你赚了几百万两银子，你诏书不给我，什么意思？我还得回锦衣卫点卯是吧？滚！走。你还留着做甚？哦，是。好你个周元，竟敢当着朕的面打情骂俏，真是气死朕了！行了，前面就是锦衣卫总指挥所了，他还没有得到陛下的赦免诏书，不能前去。周老，那我先回赵家等你。彩妮啊，那就只能再委屈你一段时间了啊。周老，想啥呢？你说，大师姐她说过啊，她提醒过我，那我怎么一点印象没有啊？哼，陛下圣心如渊，所言所行岂是旁人能揣测的？你好好想想，大师姐除了给过你盐，还给过你什么？莫允斋，那不对呀，这沈乔生我已经搞定了，那就只剩……我知道了，师姐，咱俩这就是找你爹。走，叶大人。哎呀喂，招百户，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？稀客呀！哎呀，叶千户，你这说的哪门子话？哈，我呢是来调查城南毒坊一事。不是这位置我哪能坐吧？不，没事，坐。要不我先坐这儿啊，以后再坐那儿。行，坐。
叶千户，其实我这次来呢，是奉陛下之命啊，来了解一下城南毒坊之事。这个呢，我就给你详细说一说。这个城南啊，毒坊众多，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。尤其是到了晚上，那更是歹徒众多。你走在街上，好好的，突然挨一刀，回过神来，钱没了。这其中最嚣张、势力最大的就是那暴富。那连基本的安全都保证不了，还有人去那玩？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这些赌场对这个大客户，那是用心用力保护的很，保证你拿着钱来，揣着钱走。毕竟做的是长久的买卖。去这些赌坊的都是些个见不得光的人，比如走私的、贩盐的，还有山寨那些个土匪头子，比如还有一些身份敏感的大人物。土匪头子都敢藏匿在京都了？当土匪头子，那也是为了过得更舒坦些。他总不能永远不进城吧？10天半个月进城潇洒舒服一回，但是身份特殊，又不敢去那些个明亮的场所，所以只好去地下赌场。还比如京都里那些大户人家的贵人啊，朝中某些官员，我朝明令禁赌，他们不敢去别的地方，碍于身份，也只能去这些地方了。这么说的话，那这家赌场除了赌博，应该还会有其他的衍生服务吧？周老弟，差辈了。各另各，各另各，各另各的。周老弟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赌坊当然是要想尽办法赚钱。当然，美食美酒肯定是有的，美女也是有，但就是什么，价格昂贵。不过当然了，这个赌博的人呢，赌红了眼，输急了眼，哪还管什么价格？赌博场里有句话叫“水上来的钱，水上走”。这京都怎么还有如此龌龊龌龊之地？这次一定要给他们一网打尽！这次一定要给他们一网打尽！叶老哥，你怎么也这么喊人呢？各论各的，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你如此了解这赌坊的行情，想必你早就派人渗透进去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将这等功劳让给我？哎呀，周老弟啊，叶兄弟，老哥跟我呢，老了，岁数大了，不中用了。这些年办案得罪了不少人，想要再升官几乎不可能。可周大老弟你呢，年少得志，又有贵人相助，那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啊！老哥哥是盼望着日后你能照拂我叶家一二啊！叶老哥啥也不说了，别说照拂叶家，就连叶青英我就把她当做亲女儿对待。不，那个亲侄女不，秦师姐行了吧？我先干为敬。你喝。那咱们就来讲一讲具体的行动计划。行啊，最好的方案是这样：有人扮作赌客进入赌场，我们在外接应，一旦找到关键人证，发出信号，里应外合，便能将其一举拿下。叶老哥不会是想让我去当赌客吧？不行，你疯了！在京都能干这种生意的人，一定是在刀尖上舔血的亡命之徒。如果你进去稍有不慎，你连信号都发不出来。为了彩妮，我也得去啊。知道吗？值啊！知道吗？值啊！那名，我操，这个年代就有这玩意儿了。不过你这从哪儿掏出来的这是？周老弟啊，我朝严控炸药，我只能给你一个，发现关键人证之后，点燃丢出，
千万小心啊！我们停了水会赶进来的啊。这玩意儿还能响吗？啊，能。哎，这。好，那我去了，赶紧准备下去准备啊。青英，啊，坐下。看啥呢？爹问句话，你是不是喜欢这小子？爱上？我不知道什么叫爱，甚至我一开始都觉得他很恶心，身为赵家赘婿，不知检点，又花魁有染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他这个人真的是很有才华，而且胸有韬略，而且他内心里是心怀万民的。闺女啊，听爹一句劝，趁还没陷得太深，放弃吧。这小子入了圣上的法眼，将来必定位极人臣呀。周原这人心怀天下，日后必定被权力迷失了心智。爹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愿你平平安安。我知道，但我就是按耐不住我心里的想法，而且我也不接受与他人共享一个夫君，所以我这份心思就一直压着。我觉得我以他的师姐、同僚的身份待在他身边，足以。闺女，你这般真的能知足？你看这郡主啊，真不愧是王爷精心培养出来的。你看这毒坊，虽然接手时间短，但管理井井有条，而且利润翻倍。郡主何许人也？王爷让郡主在此，也不过是历练历练。他怎么来了？大人识得此人？您好生招待，我去禀告姐主。好，哟，这位爷看着面生啊，不知今夜到此有何贵干呢？这他娘的不废话了啊！我来赌场不赌钱，我来要饭啊！看一刀大人的反应，此人说不定跟郡主认识，兴许是哪家的贵公子，还是不得罪的为好。爷，哟啊，来人呐，伺候着。快点儿！这还差不多啊！把这个给我换成银子，银票我揣在个头啊！5万两，来了条大鱼啊！爷，您等着。郡主，何事？周原来了。他来做甚？近日听说他在赵家把赵家盐号经营的有声有色，大有垄断盐道之意。如今他又加入了锦衣卫，今夜前来，怕是来找事情，不如趁他自己前来，属下前去。郡主身上的戾气越发重了，仅是一个眼神，就能让我发怵。何时轮到你来教本郡主做事？属下不敢，郡主息怒。盯着他，让他玩。若你敢伤其半分头发，当心你性命不保。周原，你是来找我吗？你是大沙村的萧天禄，你是大沙村的萧天禄，你不是拧个屁呀你！手气怎么样啊？
我使了。讨厌！我看你就不像是个能赢的样儿啊，这一脸败家相。我告诉你，骰子不是这么玩的，它跟麻将不一样。这麻将啊，讲究的是重饼轻条粗溜按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看好了啊！当我这么样一下的时候，就代表我要饼。哎，反之，如果我这么轻轻的敲一下，那代表我要的就是条啊。但如果说我一出溜，则代表我要的是万。但是骰子跟麻将毕竟不一样啊！骰子讲究5门6顿1、2尖。你听，它在落骰之时发出的声音小并且尖锐，则证明此局一定是压小。有点东西，但这是我的钱。赢了就是咱俩的钱。那么小气呢你？那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啊！继续。你听，你觉得是什么？脆？那脆应该是大是小呢？是大是小？小。自己说压小的你。不，你们这什么破牌呀？不玩了，给我安排几个姑娘上2楼。干嘛不赌了呀？不赌了呀，这我的钱，我上2楼玩去了。来，给我安排几个姑娘。但我的，你的钱输了呀。但我也想上2楼啊！哎呀，行啊，那帮这位公子也安排俩姑娘。2个，你想要几个？你吃得消你？我天赋异禀要你管？你吃得消你？我天赋异禀要你管？行，来，扶这位公子上去吧。啊，天赋硬装啊，这一瞅就没天赋啊。爷，咱也上楼。好，来呀，带大爷去小柔姑娘的房间。我操！竟然还安排人偷听，看来这是不放心我这个外人呐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那我要是真在这屋里干点啥，那他妈不全被听着？公子，想要奴家如何伺候您？我告诉你啊，本公子今日在你们赌场一把没赢，现在火气很大。你他娘的啊！臭娘们儿，给老子叫！你给我叫！给我叫啊！叫啊！你给我叫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叫的越大声，老子就越兴奋。给我叫！叫！玩得如此残忍，莫非这小子以往的文质彬彬都是装出来的？也罢，还是先禀告郡主，让他知道这小子是个衣冠禽兽，好早日死心，回去跟王爷认错。不许空，给我憋回去啊！伺候老子洗澡。这娘的！听口音，你是江南人是吧？
放心，门外偷听的人已经走了。你身上没什么值钱的配饰，甚至连一根简单的发钗都没有，这说明外面的高额利润并没有分给你多少钱，而且你身上还有暴力所致的旧伤。这么漂亮的女人来到此地受尽折磨，那必然不是自愿的。况且离家又这么远，你是被拐卖来的吧？公子，您到底想要问什么？神色如此害怕，这说明此前有人特意叮嘱不许提及此事，否则就会挨打。甚至你之前已经挨过打了。不是挨打，伤痕会影响他们做生意，是挨饿，能把人饿死的那种饿。公子，您别问了，奴家想活命。不说的话，你只会在这里苟且偷生，直到被折磨致死。说了的话，我或许能带你回家。回家？你相貌出众，且谈吐不凡，即使不是大家闺秀，也是闺阁女子吧？你不想回家吗？公子，奴家回不了家。这个世界上或许有很多不幸的事情，而你恰巧又是那个不幸的人。但老天并不是没长眼睛，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绝对不会缺席。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你不想让他们付出代价吗？我想。想的是，我就算死，我也要让他们死。那就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，越详细越好。我是锦衣卫百户，能救你们出去。真的？锦衣卫已经将此地包围，只要有人证，今晚就能把你们带走。奴家叫小柔，原名楚婉平，江南人，父亲经商，家中小有家资，却时常不在家中。去年4月，我在去家中店铺的路上被3个黑衣人绑架，直接被运到船上。我被关在船舱的最底层，经过了差不多1个多月暗无天地的日子，被送到了这里。我们的第一页以高价拍卖，然后便是来伺候像你们这样的人，收费昂贵，可我们却只能勉强吃饱饭，不听话就要挨打，甚至被杀死。不听话就要挨打，甚至被杀死。有个姐姐性子烈，他们当着我的面把她衣服都脱光，把她肚子剖开，还把4肢都砍了下来。如果把这些事说给外人听，轻则饿个3、5天，重则会被活活打死。他们手段很多，有个姐妹想要逃跑，被抓了回来，他们把她浑身都割烂，涂上蜂蜜，让老鼠将她活活啃咬致死。我们害怕，所以不敢反抗。这他娘的电诈园区也不过如此吧？你们这儿有很多人吗？还有小孩被他们欺骗来，以乞讨为生。听有些姐妹说，有的被挖了眼睛，有的被割了舌头，有的被火烧烂，总之都要弄成很凄惨的样子，以便乞讨赚钱。他们还放黑带，常常逼得人家家破人亡，卖妻点女到这里来。那些人大多都是没有什么背景的生意人。这群畜生！如果我能救你出去，你敢当人证吗？我敢！他们毁了我的一生，就算死，我也要让他们陪葬。废话，见机行事。张毅，我们走。爷怎么样？这夜还长着呢。专业。本公子府上呢，正好缺一个这么勤快、活又好的姑娘，多少钱？本公子带走了。爷，您说笑了啊！您要是满意，就经常来玩。咱这儿呢不是青楼，没有赎身的规矩。大胆！你知不知道本公子是谁啊？啊！不是我跟你好好说话，我给你脸了，你不听是吧？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把人带走？哟，您想玩横的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人我带不带得走？别说是他了，就是你，今天都出不了这个门儿。我操！玩横的是吧？来试试来。玩横的是吧？来试试来。来人了！
慢着！不是我说你小子头怎么这么铁啊？让你试试你还真是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本公子不仅身份高贵，并且武艺高强，当心我一会儿打得你们满地找牙。我也告诉你，不管你武艺如何高强，在那儿如此猖狂，到我这儿都没有用，因为我们的东家你根本惹不起。我就不相信了，在京城还有老子得罪不起的人。告诉我，你的东家是谁？我的东家就是谁？说呀，你倒是说呀你！不行，不能给王爷添麻烦。我看你小子不是来玩的，你他娘是来找茬的。来，跟我上！哎呀，这什么地方？以前的能耐哪儿去了？你就不是上啊！上！不是我说你们几个欺负我赤手空拳是吧？啊，敢不敢让老子找一件趁手的兵器？敢不敢让老子找一件趁手的兵器？你让他找什么兵器？一会儿你掏他！不许不讲武德啊！哼，还掏他！我去！哎，别，我自己走！哎，我自己走，我能走。带走。没事吧？周元，你没事吧？师姐，她叫小柔，知晓这里的情况，请一定要保护好她。去吧。站住！又是你！上次让你跑了，这次没那么幸运。呀！手下败将还敢猖狂！周元，你先走，这个人交给我。好。没想到此地的东家竟是一个女流之辈啊！束手就擒吧啊！否则只有死路一条。周元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软齿，你怎么会在此？如你所说，我是此处的东家，不在此处，又在哪里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怎么会是你？见到我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你不是软齿，我心目中的软齿，心地善良。可你看着人间地狱，草菅人命，为了钱财害了多少人的一生，他怎么会跟你扯上关系？环境是会改变人的，这世道如此，谁又能做什么呢？这世道不该如此。是，曾经我也以为这世道不该如此，可自从我接手了此处，我才发现，这世间最难看透的是人心，最难改变的也是人心。你说此处是人间地狱，哼，那你可知这势力最大的城南毒坊，却约束了整个京都的三教九流江湖草莽，让他们有地方可以发泄，不至于害更多人的钱财和性命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笑？虽然不知道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相信，你绝对不是此地的东家。软齿，锦衣卫已经锦衣卫？哼，这些年他们在做什么呢？是真的查不清楚吗？你也不想想，凭锦衣卫的势力，若他们想查，早就把这城南毒坊查了个底儿朝天。可他们为什么不查呢？我不管他们为什么，错的就是错的。软齿，你清醒一点！要清醒的是你，周元，
你可敢保证，今日没了城南毒坊，明日便不会有城东、城西、城北毒坊的出现？周元，这世道已经烂透了，你我都改变不了的。软指，事在人为，只要我们用心去改变，我相信人定胜天。那你就下辈子再去升。那你就下辈子再去升天吧。软指，你醒一醒！软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先把他带回去吧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我曾听闻无声教有一味秘药，它可以迷惑，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智，加以符箓服之。若符箓未掉，即便重要之人服下解药，也永远无法清醒。你是说，软指是被无声教控制了？不清楚，但软指身为郡主，能中无声教的秘药，想必晋王府有人与之勾结，必须马上禀告陛下。你怎么来了？陛下已知晓这里的情况，让你去趟晋王府。哎呀，这锦衣卫不愧是直属陛下，消息传得真快啊！弑君之路总得担君之忧吧？走吧。等等，走。周元，这是郡主的解药，郡主对你情深意重，你千万不要辜负她。红尘之间心海，风月春去秋来，情劫又等谁来拆？昨日岂能忘怀？但是一身雪白，我誓言未曾更改。天涯遥色彼岸，惊兰流水记载，这戏怎能被掩埋？繁华思绪常开。周元，怎么样？我发生了什么？天哪！我竟做了这么多恶事！这不怪你，软指，你可愿意随我将南城诸事一起禀告给陛下？王叔，当真是好雅兴。长夜漫漫，若无去事，岂不枯燥？南城现在定是大乱，陛下不在宫中坐镇，到处乱跑，很危险。朕相信周元，既然王叔雅兴颇高，不如为朕弹奏一曲。乐意之至。王叔，如何？看来还是小看你这个臭小子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瞧得起我，倒是你，身为王爷，
在城南开设毒坊，草菅人命。你身为父亲，居然对元直下药，当真是令人作呕。父王，您错了。敢对本王说出这样的话，看来磨练的不错。陛下，臣女要告发我父王私设城南毒坊，草菅人命。王叔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何话要讲？自然有话要讲。谁说城南毒坊是本王的生意了？王爷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还要怎样？有失贵人风范。实话实说罢了。本王装不下去了，拔了。如此紧张作甚？自己看。先皇遗诏，不错。先皇遗诏，难道有反转？先皇遗诏，城南的事情在先皇之时就已经存在了，里边不仅有江湖草莽，还有朝中贪污腐败之人。先王早就想将之除去，只是官官相护，盘根错节，若轻易动之，定会伤朝廷根本，给先朝的余孽可乘之机。于是先皇便与本王商议，以身入局，掌控城南。此事朕怎么不知道？事已密长。当时陛下刚登基不久，朝中缺乏威望，本王若不表现得与陛下不合，朝中那帮蛀虫怎么有见风使舵的机会？好让本王轻易获得他们的罪证。那为何你要在我初入京城之时咄咄逼人？当时你有什么本事让本王高看一眼啊？除了夺得本王女儿的欢心以外，那也是因为我魅力太大啊。是吧？陛下，那些蛀虫的罪证就在府上，只是陛下手中的人才不济，还不能轻易的换了他们。等到陛下开办的学堂开始真正输送人才的时候，再一一替换即可。平稳过渡，算你小子还知道点东西，如此鲁莽行事，你可曾想过掰倒本王之后由谁来代替我？啊？肃清朝野从来就不是一句话的事情，需要时间，避免动荡。可他们岂会那般听话？给朕用人取代他们的时间。这是3000营5军营的兵符，只要今天晚上这里发生的事情保密，那些蛀虫就会猜想本王败给了陛下，而他们的罪证自然也在陛下那里。届时人人自危，为求自保，定会竭尽全力替您办事。看来是朕误会王叔了。只要李氏江山稳固，这些骂名微不足道。皇叔大人，父王，你个傻丫头啊！本王会害你吗？
啊，本王派你去城南，就是要磨练磨练你的心境。只有看透了世上所有的丑陋，还选择善良的这份心境，才有资格继承靖王府。不过事实看来，你眼光不错。父王，陛下，既然替换，就让这小子替换本王吧。我？这不合适吧？怎么，当朕的重臣还委屈你了？不，陛下，我只是没想到这小子，就是我没想到这王爷，这真是个好人啊！本王不过是为了软指罢了。父王，不要再说了。怎么，你为这臭小子付出了这么多，他丝毫不知情，这会儿娇羞起来了？难道软指妹妹是为了我才甘愿中毒去城南督访的？软指妹妹，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辜负你。本王还在这儿呢。不过，重臣难免会变为孤臣。依本王看，不如先让他做个宠臣吧。依本王看，不如先让他做个宠臣吧。王叔，本王毕竟是你的长辈，从小看你长大的，你有什么心思，本王不知道吗？啊？那个什么意思啊？不准问。哎，青英，诏书给他。嗯？什么诏书？这是你想要的东西，拿着。百花的赦免诏书。哎呀，师爷，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多谢陛下。怎么样，圣旨没问题吧？哎，元儿，干嘛呢？这没规矩。行啊，少说两句。这人家都已经是陛下主臣了，这个怎么的？咱们老赵家没有了一席之地啊！啊，是。杨子，哎，前些日子老夫说，你要是把延误之事办妥，那老夫会亲自把你的名字写入家谱。那就从今日开始啊，周元和他这些挺多的这些红颜吧。啊，就都是咱们赵家人了啊，写入家谱。多谢阁老，多谢阁老。元儿，现在就不能再叫阁老了。爷爷，见过爷爷。哎，朱元啊。蒹葭如此懂事，是啊，你有如此娇妻，夫复何求啊？是。怎么着？我没让你纳妾，你还委屈上了是吧？不是，委屈倒不委屈，就是有点这个浪费天赋异禀。哪有天赋啊？不是。哎，行了啊，从今天开始。老赵家的顶头重任，开枝散叶，交给你了。请爷爷放心，孙婿是真天赋异禀，保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陛下驾到！见过陛下。不知陛下和王爷驾到，有何吩咐？赵阁老，正所谓男子无妻，家中无主；女子无夫，室内无聊。寻常女子18岁就已经出阁了，你不会想让陛下和本王的女儿，
孤独终老吧。没听懂。那王爷的意思是，本王作为他们的长辈今日特地到赵府提亲啊，也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是如何宠爱周元这个宠臣的。周元，你还在装傻？不是我，此乃赐婚圣旨。春儿啊，爷爷圣旨一接啊，这小子是人家变成皇夫，你做决定是吧？如果你不愿，这个圣旨咱们赵家可以不接。这小子是人家变成皇夫，你做决定是吧？如果你不愿，这个圣旨咱们赵家可以不接。爷爷，我明白了，谢谢爷爷。妾身戒旨。周元，你居然还笑？我没笑啊！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你是不是忘记跟你说过什么了？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你是不是忘记跟你说过什么了？啊，是，不是娘子，其实吧，这事儿他不怪我啊，不怪。你的意思是怪朕了？没有，大师姐，我怎么敢怪你呀？元儿啊，从赘婿到宠臣，你也算古今第一人了。哎呀，雪丝，你没有天赋，你就不要乱掺和了。娘子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咱们赵家严浩好像还要处理一些事情，我先告辞了。哦，对。周元，你给我站住！冷静！不是我说了，这事儿不怪我呀，真不怪我。哎，娘子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说啊，不就是多几个妹妹吗？没什么大不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周元，